行至山脚下拐角处，停靠在阴凉处的豪华马车车旁时，一群黑衣人从四面八方袭来。若隐和幻影以及随行隐在暗处的影卫们立刻拔刀迎敌。贺云亭揽着他的腰肢，一个纵跃至马车车顶，然后他轻柔地将沈星洛放在车顶。星洛莫怕，我一刻钟解决他们。言落，拔出腰间长刀，飞身而上。贺云亭手中的斩魂刀在他的手中不断的翻转，不到一刻钟，杀手全部咽气，所有人均毫发无伤。我那银色消音小手枪都攥在手中了，你却就这么结束了？这和我裤子都脱了，你却带我看动画片有什么区别？这是沈星洛第一次直观地见识到贺云亭的实力，他很满意，因为他喜欢和自己一样强的。沈星洛想了想之后，扯着嗓子极其浮夸的啊了一声，然后晕了过去。贺云亭瞬间明白他要唱哪出戏，速速将本王遇刺一事通知大理寺和刑部，然后给宫中递个消息。语罢，他飞身跃至马车车顶，怀抱沈星洛跃下并进了马车。星洛，不管有多少突发状况，不管将来局势如何变动，我都会像今日一样护你平安无虞。其实我可以护得住王爷，但是被王爷护着的感觉好像也不赖。轰的一声，无数的烟花在贺云亭的脑海中炸开。本就爱入骨髓的女子突然说要护他，这是怎样的沉沦？若星洛与我之间有100步，我会朝着星洛走99步半。星洛只需带我走到跟前时，轻轻踏出小半步即可。往后余生，我会百花齐放地宠着星洛。好，那以后有苦你吃，有福我享。我不会让星洛吃一点点苦的。不错，别人都是不想吃苦，王爷却是没苦硬吃，这与众不同的精神状态甚合我意。马车平稳行驶，取出一粒药丸服下。呀，经此一遭，我被吓病了。这次我这一病啊，不少人要亏很多钱。星洛和我还真是心有灵犀，我原本就打算这几日搭台唱戏，岂料有人这么快就把戏台子搭好了。哦，王爷是准备收割废物3巨头了？他们为了皇位不惜引狼入室，先祖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我这么多年受伤无数守护的江山，岂能葬送在他们手里？那王爷接下来准备唱什么大戏？贺云亭性感的薄唇贴着他的耳垂，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王爷这雷霆手段太过干净利索，太便宜他们了。一将功成万骨枯，龙腾帝国有今日的繁荣昌盛，是用多少人的性命换来的？可他们为了狼子野心，竟然引狼入室与敌国合作，完全置百姓于不顾。我觉得对于这种没有底线的人，不能让他们死得太体面，得将他们玩死才有意思。王爷觉得呢？星洛展开说说。我们先这样，再那样，然后再如何？我的方案是不是更有趣味性？星洛若是站在我的对立面，我都不一定能斗得过你。王爷谦虚了，就王爷方才说的那计划，可是将先把他们敲骨吸髓，再让他们灰飞烟灭，演绎的淋漓尽致啊！王爷，知道咱们两个这叫什么吗？叫什么？这叫一个被窝睡不出2种人。贺云亭爽了，深邃的黑眸底下有浓墨重彩的笑意。王爷，你不觉得我是个心狠手辣的毒妇吗？我喜欢星洛的所有，包括你的心狠手辣和骨子里的疯狂。王爷若是以后遇到末世，可以无所畏惧，因为你的恋爱脑连丧尸都不吃。语罢，沈星洛附上了他的薄唇，贺云亭紧搂着他，动情地回应着。渐渐的，他不满足于停留在唇上，而是顺着雪白的脖子一路向下。意乱情迷之时，贺云亭戛然而止。星洛，马上到家了，得调整一下，进入演戏状态。美人在怀，却也分得出轻重缓急。王爷果然是干大事的人。对我来说，你就是最大的事。哎呦喂，这就是近朱者赤，近沈星洛者色吗？马车停下，贺云亭抱着昏迷不醒的沈星洛，大步流星地冲进肃王府。王妃昏迷了，传御医，快传御医！一个下人拔腿就朝宫里跑去，并跑出了奥运会冠军的速度。2刻钟后，奔跑而来的御医在为沈星洛切脉后，战战兢兢道：王爷，王妃她是惊吓过度而引起的昏厥，老臣这就去煎药。王妃若是1天之内醒不过来，你这项上人头也别要了。
电视剧里的情节，热酒来了吗？御医擦了擦头上的汗，双脚打颤的去煎药。店内没人后，沈星洛小声批批：瞧瞧这些打工牛马多悲催啊！王爷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让御医感受到了什么叫做360行，行行干破防啊！很快，御医端着药来到寝殿，贺云亭冷着脸接过药，出去，本王亲自喂王妃。谁想多伺候你们这群活爹呀？你可快点自己喂吧。哎呀，溜了溜了。隐退了所有人，沈星洛睁开眼，王爷这演技真是精湛。星洛觉得我的计划太杀伐果断，没有趣味性，那便按星洛的计划来。我这就去宫里，趁热打铁的先演上一出。将这粒药丸吃了，他会让王爷骗过御医，然后再将这粒血囊藏入口中，需要的时候轻轻一咬便会流血。去吧，王爷，接下来咱们就让废物三巨头们体验一下什么叫杀不死我们，只会让我们更加变态。他刚准备起身离去，沈星洛又在他耳边吹气：王爷早点回来，给我睡啊！热气喷洒在他的耳根，让他瞬间乱了心跳。他的妻真的是越来越会撩人了。将汤药处理掉后，贺云亭打马进宫，行至御书房门口时，外敌入侵，是肃王挂帅出征，浴血沙场，才有你们的高枕无忧，夜夜笙歌。半年前，你们之中有人为了自己的狼子野心对他投毒，如今又在天子脚下光天化日雇杀手取他性命。不要自作聪明，觉得自己天衣无缝，朕不是一无所知。你们记住，朕一旦出手，那人和他的旧家及其幕僚就会被连根拔起，万劫不复。外敌番邦虎视眈眈，伺机行动，若是战事再起，你们中有谁能够挂帅出征，保卫家国？贺云亭调整了一下状态，进了御书房。路过景王的时候，贺云亭抬手就是一巴掌。二皇兄为何打本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本王要打的是趴在你脸颊上吸血的那只蚊子。蚊子这种东西，嗡嗡嗡叫个不停不说，还不分对象的吸食血液，是最该死的一种玩意儿。二皇兄，父皇的御书房里怎么可能会有蚊子？是吗？是本王看错了。语罢，贺云亭朝着景王又上前2步，吓得景王本能的后退1步。大抵是太久没见三皇帝的缘故，误把你脸颊上的黑点当成蚊子了。本王回府就差人送点补品过去，好好给三皇帝补补。御书房内众皇子呆了啊！这是和肃王妃生活久了，被他打开了缺德二脉吗？不必了，二皇兄的身体比我更需要补。肃王怎么来了？早些时候儿臣被人暗中投毒，回天乏术，命不久矣。儿臣认了，也很坦然地准备赴死。但如今儿臣有了星洛，儿臣并不想死。父皇，星洛是您赐婚给儿臣的，他救了儿臣的命，儿臣也愈发的喜欢他。既然京都容不下儿臣，儿臣自请携肃王妃回封地生活。肃王，此事父皇定会给你个说法。儿臣此生所求不过肃王妃一人，请父皇允许儿臣带着肃王妃到封地生活。朕听闻肃王妃受了惊吓，昏迷不醒，一会儿朕派人送大量的珍稀药材到肃王府。你脸色极差，也早些回府歇着吧。贺云亭重咳了几声，咬破了藏在嘴里的血囊。请父皇允许儿臣带着肃王妃到封地生活。见他咳血，皇帝看向大内总管曹高，传太医。曹高立刻执行。号过脉后，太医神色凝重：陛下，肃王殿下本就气血两虚，需要静养。此番拼尽全力与人厮杀，使他本就羸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他这副身子必须好好静养几年，再也经不起一点折腾啊！肃王即刻回府养着，未来几年也无需走朝，名贵药材朕少不了你的。贺云亭隐地附体，请父皇允许儿臣。肃王，你身体羸弱不堪，不适合长途跋涉前往封地，你要的是在京中用好药养着。你为龙腾帝国抛头颅洒热血，父皇不会亏待你，此事也定会给你个说法。达到目的的贺云亭见好就收，且又故作不满的转身离开。他刚踏出御书房不久，皇帝的厉喝声再次响起：太子自幼体质不好，朕这几年身体也愈发不爽利，这政事上全靠肃王帮衬着，朕还没死，这些逆子就要开始折朕的羽翼了吗？你们一个个都是什么水平，自己心里没数吗？朕心里就没数吗？你们哪个不是靠生母的母族帮衬着？狼烟四起时，你们一个个缩头乌龟，只会让背后之人找幕僚向朕谏言，推举肃王挂帅出征，让他去流血卖命。待肃王平定外患，你们又迫不及待的想让他死。这万里江山若没有肃王帮忙坐镇，你们谁都守不住。况且肃王他也是朕的儿子，还是朕最优秀的儿子。耳力极好的贺云亭一字不落的将屋内对话听到了耳中，旋即面无表情的出了宫。刚回到主院，就见御医和下人在外面跪倒一片。别过来，都别过来，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贺
贺云婷脑子里顿时冒出了人生如戏，全靠演技8个字。与此同时，守在寝殿门口的刘云走上前去。王爷，王妃醒了之后呼唤奴婢，奴婢喜极而泣的赶忙去喊御医过来，可是除了奴婢，王妃见谁都说对方要杀她，这才吓得御医和府上所有下人们跪在殿外，大气都不敢出。都退下吧。众人暗舒一口气，齐齐退下。贺云婷推门而入，就对上了沈西洛那晶亮的眼神。是醒了？天子脚下刺杀亲王，这么大的事儿，坊间马上就会炸开锅的。经过我方才那么一闹，坊间百姓很快就知道我受了大刺激，而且我也安排刘云去外面花钱找了几个人造我谣，说我经过这一遭比以往更疯更癫了。谣言还是得自己造，别人造的我不放心。如此一来，以后出门在外不仅可以更颠了，也能借着受害者的身份方便行事。贺云婷喉间动了动，最终没有发出声音。沈心洛勾勾他的手指，王爷，我饿了，想吃饭。贺云婷立刻执行，他走到门扉处，隔着门吩咐守在门口的刘云去传膳，然后折返回来脱衣上榻。星洛，幸好你和我是一条船上的，不然单单和你这腹黑蔫坏的小家伙斗智斗勇，我就吃不消。怎么样？我嫁入苏王府的当天就说过，咱俩绝非良配，而是天仙配，这话不假吧？这次刺杀，王爷多久能查到真凶？最多5天。这么快？王爷的势力可真不容小觑啊！星洛想做皇后吗？若是星洛想做皇后，年底我就能让星洛当上皇后。我不想做皇后，我想做皇帝，然后让王爷做我的后宫之主。可，王爷别这样，我会当真的。星洛若能当真的话，是我的荣幸。沈星洛本想乐此不疲地和他玩这种霸总与娇妻暧昧的拉扯游戏，却不料他竟然走心到这种程度。无论哪个时代，真诚都是永远的必杀技。沈星洛想了想，将这股上头的劲儿给压了下来，因为他觉得上头没意思，上人才有意思。于是他的纤纤玉手开始不安分，指尖在他的肌肤分明的8块腹肌上游走。有一说一啊，今天的下签搞得我心里也蛮不舒服的，所以做吗？今日事今日毕，明天还要忙着演他们呢。星洛不是饿了，先吃饭。也好，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解锁更多姿势。妻子总是将自己的欲火瞬间点燃。晚膳期间，宫里送来的药材和补品到了，皇帝这一次还送了不少的金银财帛和绫罗绸缎。用过晚膳，夫妻2人到奢华的白浴池里鸳鸯戏水，帮他洗净了身子。贺云婷随后抱着妻子出了白浴池，穿过回廊进了寝殿。贺云婷轻柔地将他放至床榻，前一秒还柔弱无骨的沈星洛，下一秒突然发力将贺云婷推倒在床。我倒要看看这下签是如何改变我和宝贝夫君的命运走向的。谁敢抢你，我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的头颅切下来。为什么就是别人抢我，而不是王爷朝三暮四呢？我此生有星洛一人足矣。这可是王爷说的，说是以后王爷纳了新人，我就把王爷的心生抛出来，然后装在琉璃瓶中，用福尔马林泡着，放在床头日日观看。你割头，我挖心，完美。他对他的占有欲又让贺云婷爽到了，他眼里的笑意浓到化不开，将他的亵衣除去，贺云婷那9尺有余且冷玉般的身体说不出的忧郁迷人。尽管已经享用过数不清的次数，但每次都有新的体验，因为他太会了。于是话分2头，从御书房出来的太子越想越生气的他去了皇后的宫里。母后已经派人去调查此番刺杀肃王的幕后黑手了。幕后黑手可真是将12鸟玩得明明白白，杀了肃王和肃王妃，儿臣这好不容易有起色的心情就又回到了原状态。儿臣这太子被废不过是迟早的事，儿臣一定要查到幕后黑手，然后与他不死不休。雅儿放心，母亲已经和你舅舅递去消息，让他调查此事了。这些年本宫一路腥风血雨，登上后位那也不是吃素的。以前你的心急，用尽珍稀药材，却怎么也不见好转。而肃王屡次出征，战功累累，为龙腾帝国立下汗马功劳，是对你太子之位威胁极大的。但现在那肃王妃主动用心头血为你治病，可见他们夫妻2人并无野心。所以肃王啊，现在是你的盟友，你体质不
不好，无法上阵杀敌，而周边列国又时常扰我国边境，咱们以后需要肃王这样的能人为你的江山去流血卖命。肃王把肃王妃当成心头肉，整个龙腾帝国人人皆知。如今他受了惊，你明天带些好东西亲临肃王府去看看，一来借此机会和肃王修复一下以前因为明争暗斗闹得有点僵的关系，二来他是你的药引子，你理应护他周全，只有他源源不断的为你提供心头血，你这身体才能卯足了劲儿的去争夺地位。要知道经此一遭，若是沈星洛对皇室心生怨怼，不愿意再为你提供心头血，谁也奈何不了他。他若不得肃王宠爱，咱们还能逼迫他，可他是肃王的心头宠，而肃王在中毒和遇刺两件事上又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你父王呢，本就有愧于他，他若护着沈星洛，咱们肯定拿不到心头血。母后说的这些儿臣都考虑到了，儿臣本就打算明天亲自到父王府登门拜访。儿臣刚和正常人无异，政敌就想杀了沈星洛，断了儿臣的药引子，将儿臣打回原形。儿臣此番前来是咽不下这口气，想和母后密谋一下如何快速揪出幕后真凶。肃王这厢一直到了天色大亮，难舍难分的一整晚的贺云亭和沈星洛才分开。困死了，睡了。贺云亭整个人则容光焕发，眼角眉梢都洋溢着情动后的艳足。午膳时间，夫妻二人刚用过午膳，贺伯远带着一堆的金银财帛和珍稀药材上了门。皇帝，孤听闻弟妹因昨天遇刺而惊吓过度，所以今日特来看望一下。太子殿下是不是来取我的心头血了？血，好多血！王爷，昨天有个黑衣刺客，差点把带血的长刀刺入我的心脏。星洛莫怕，我这就抱你回房，然后让府医去煎安神药。语毕，他淡淡的看了一眼太子。太子请回吧，王妃她昨天被吓得不轻，本王就不留你做客了。皇帝，弟妹曾说姑需要1个月治疗一次，再过10天就是1个月了。太子只把本王的王妃当作血袋，到时间了按时来放她的血，平时却对她的安危不管不顾，可真是薄情寡义，将利己主义做到了极致。言落，他抱着沈星洛回了主院。真服了，我堂堂国之太子放下身段跑到人家里来送钱送礼不说，还要看人家脸色，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深呼吸几口，贺伯远离开了。再回到房的夫妻二人相视一笑。从昨天起，陛下的各种赏赐就如流水一般的入府，而从即日起，太子也会源源不断的往肃王府送来各种值钱的。我并不稀罕太子送来的那些个物品，纯粹是星洛喜欢，我才没有让人扔出府。这么视金钱如粪土？之前王爷说自己有很多暗产，那到底有多富有？王爷快说出来，让我大开眼界。富可敌国，任星洛随意挥霍，一辈子也花不完。不过这些一半都不在明面上。王爷之前说过，你外祖家的资源和人脉如今都在你的手上。王爷的外祖家可是皇上，单单是这些明面上的产业，都让人羡慕嫉妒恨呢。不仅我非常有钱，肃王党也是富得流油，士农工商，商人在我国地位极其的低下，我却反其道而行之的重用他们，而他们也急需攀附一个有势力的权贵，所以肃王党里有不少富商豪绅在为我卖命。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他这么有钱的沈星洛笑意盈盈。原来我的夫君这么有钱呢。既如此，我决定和王爷发展一下真情实感。王爷也真是的，你早点和我说这些，我不早就心动了吗？现在说也不晚，我把钱都给星洛，星洛可不可以生个我们的孩子？不生，怀胎10月也太遭罪了。我现在也没爱王爷爱到让自己遭罪生孩子的地步。对于孩子的事情，王爷也不要太过于执着。这件事儿，王爷得这么想：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你享福。王爷现在是在享福，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无妨，自己再接再厉就是。哎呀，是金子总会花光，只有数不胜数的金子才不会花光。王爷倒是有数不胜数的金子，但那不是我的呀，所以我不开心。王爷想让我开心吗？对于他的那点小心思，贺云亭果断选择惯着他走到书桌旁，拿起了狼毫，洋洋洒洒的挥舞起来。落笔之后，他又取出丝印盖在纸上，然后将纸条递给沈星洛。看着纸条上的字，沈星洛再次乱了心跳。有了这张字据，自己随时可以卷走他所有的钱财。王爷竟然来真的！无愿倾尽所有，我尔会心欢颜。王爷不怕我未来某一天突然就卷钱跑了？如果星洛想跑，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到时候还请星洛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我两世为人，还从没被人这么爱过。
看他泛红的眼尾，贺云婷的心脏抽疼，拥他入怀。好星落，不哭，你这般模样比拿刀砍我都疼。我们之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好，星落说什么就是什么。与此同时，叩门声响起。小姐，永乐公主来了，现在人在前厅等着呢。夫妻二人刚走到前厅门口处，原本正在喝着茶的贺婉婉立刻起身上前。皇兄皇嫂，听闻你们昨天遇刺，我今天带着补品来看你们了。皇嫂，你除了受到惊吓之外，有没有受伤啊？没受伤，就是受了惊吓。哎，没受伤就好，没受伤就好。确定沈星洛没有受伤，贺婉婉才看向贺云婷。皇兄也要保重身体啊。倒也没必要顺带关怀我一下。皇嫂，我这几天通过多方打听，依旧打听不到大郎的身份。哎，没事，明天继续找人打听，反正肯定还是打听不到的。等你激情耗尽，可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睡着啊。哎，虽然漂亮的我不会说漂亮话，但你得学会听漂亮的我说话，明白吗？我怎么感觉他这受了惊吓之后就更颠了？哎，你明天有空吗？若是有空的话，将你宫里的会点才艺的宫女带来8、9个。当然有空啊，不过皇嫂要宫女做什么呀？嘿嘿嘿，我受了惊吓，其他人也别想好过。是这样的，明天我有个癫想发一下。皇嫂准备怎么发癫？道上的事儿少打听，你明天带着人来就行了。好期待是怎么回事啊？自从我的精神状态变美丽了之后，我怎么感觉以后也很难再正常了呢？他还想和沈星洛继续唠，却被贺云婷无情打断。婉婉先回吧，你皇嫂她需要多休息。皇嫂，那我明天一早就来找你。生活多姿多味，早起谋杀人类。你明天到快中午了再来。可是我在宫里没人跟我玩，我好无聊的。要不你继续去倒追那裴玉，打发一下时间。别人都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皇嫂是哪壶不开烧哪壶。一个男人不玩2次，所以呢，裴玉我是真戒了。干得漂亮，能和我玩到一起的果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哎呀，我在他面前果然还是差点火候，不是差之千里啊。贺婉婉走后，沈星洛回房倒头就睡，再一睁眼已是明月高悬。他习惯性的看向贺云婷，她依旧是端坐在书桌后，骨节分明的手指卷着本书，凝神静看。王爷，贺云婷闻声放下书卷。醒了，饿了吗？昨天弄得太狠，肯定还累吧？我让下人将晚膳送来。王爷中午喂我吃的太多了，而我又睡了一下午，感觉有点不消化。贺云婷起身，那我让厨房那边熬一些粥。好。2刻钟后，贺云婷从刘云的手中接过粥，亲自喂他吃完。还睡吗？不困了，听说致远书司的门槛都要被人踏破了，所以起来写会儿画本子。于是沈星洛被迫上班，毕竟京都那么多美人望穿秋水的等着他出新画本子呢。2个时辰后，沈星洛放下笔。哎呀，写画本子这个东西偶尔打发时间还可以，把它当做班来上可真是累啊，得赶紧让婉婉替我来上班。哎，他今天不是还在这里嚷嚷着无聊吗？等我明天颠走了府里的线人，马上就安排他来上班，让他彻底明白每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用想才叫理想生活。贺云婷走过来帮他轻轻地捏着指关节。别写了，等过2天让婉婉来写。沈星洛顺势坐到他的怀中。这本再写2天就完结了，我自己收尾，等明天向他表明了大郎的身份，我让他开新书。这个时代的画本子市场可是供不应求的。哎，对了，外院里的线人们都叫什么？我先混个耳熟，明天好折磨他们。贺云婷勾了勾唇，心中燃起了期待感。第2天快晌午的时候，贺婉婉带着几个宫女来了。她刚踏进苏王府的大门，就看见沈星洛坐在软轿上，做着铁臂阿童木的经典动作，送人头出呀！王妃啊，小的都说了好几次了，小的不叫送人头，小的名为送人。王妃不觉得送人头这个名字怪怪的吗？谁会起这样的名字啊？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名字只是代号，我玩开心就好了。您怎么比之前更颠了？你们几个抬轿的跑得再快一点，知不知道你们跑得越快风越大，我才会越凉快啊！如果再是这个速度，待会儿不许你们吃午饭。不是，王府占地面积有多大，你心里就没一点数吗？我们可都是已经抬着你跑了2圈了，你发癫就发癫，怎么还颠到我们头上了？抬轿4线人心中一边绝望的呐喊，一边拼尽全力向前奔跑。
我就说嘛，和皇嫂在一起能学到东西吧？原来下人还可以这么硬啊！当软轿再次绕到贺婉婉面前时，皇嫂，我从来都没有坐过速度这么快的软轿，你让我也体验一下呗。哎，放我下来，换公主上去。坐轿讲究四平八稳，谁家好人让下人抬着软轿绕着府邸疯跑一圈又一圈啊？而且你堂堂公主怎么好的不学就学颠的？想死！碍于对方公主的身份，抬轿四人组也只能继续咬牙坚持。一圈下来后，他下了轿。皇嫂，坐过跑轿之后才知道，那种四平八稳的慢轿有多无趣。抬轿四线人认为他俩有病，有大病。就在他们刚以为今天的折磨到此结束了，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名叫萝卜蹲的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怎么样？游戏规则都听清楚了吗？你们都打起精神，好好的玩。若是敢敷衍我，我就还玩跑轿的游戏。听完萝卜蹲游戏规则的四线人特别想死，他们才刚开始绝望，沈星洛已经喊了句游戏开始。送人头蹲，送人头蹲，送人头蹲，玩神经病蹲。王妃，小的不叫神经病，小的名为神兵。哎，不重要，该你蹲了。就这样，四线人在玩了半个时辰的萝卜蹲以后，双腿已经到了根本不听使唤的打摆的程度了。怎么了？不舒服吗？你们抖成这样，别说我治不了，就连布洛芬都不知道你们哪儿疼。让王妃见笑了。哦，陪我玩了大半天游戏也累了吧？我这就请你们看歌舞。语罢，他看向贺婉婉，贺婉婉秒懂啊！吩咐完宫女之后，大家很快各就各位。很快，苏王府的前厅，多才多艺的小宫女们弹琴的弹琴，跳舞的跳舞。沈星洛往铺着软垫的梨木雕花大椅上一靠，开始喝茶看表演。反观被沈星洛留下来看表演的四线人，他们一个个都是扶着手边的椅背，只是他们现在双腿打板的根本就不听使唤，这就造就了他们双手扶着椅背作为支撑点，而双腿却不可自控地滑起了太空步的神场面。本公主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双腿不听使唤是啥样子。连着喝了几盏茶水后，沈星洛在贺婉婉几乎变异的笑声中开始蒙上眼睛去抓正在跳舞的宫女们。与此同时，太子再次带着贵重的礼品出现了。贺伯远瞳孔地震，饶是一国太子也没见过这场面，也没见过这么颠的人啊。而正在开怀大笑的贺婉婉见此情此景，也顾不上和太子打招呼。皇嫂，你怎么连宫女都玩啊？你没事吧？沈星洛扯下了蒙在眼睛上的布条。没事啊，主要是没玩过，尝尝鲜嘛。你别说，还挺快乐的。呀，太子殿下来了，眼下到了饭点了。东宫今天中午吃什么好吃的？我去殿下那儿蹭一碗。他颠成这个样子，心头血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他怎么自从受了惊吓后就颠出天际了？哎呀，这要是继续待在这里当线人，肯定活不到过年啊！这没一会儿，四线人就划着太空步，不听使唤的滑到了门口。不看路吗？都敢挡在王爷面前了，是在找死吗？四线人一回头，就看到冷若冰霜的贺云婷，他们腿一软，当即就跪了下来。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夫人玩了一上午累了吧？午膳好了，用过午膳歇一会儿吧。我这么大个人，你直接选择看不见，我真贱啊！今天又跑到人家家里来热脸贴冷屁股，他哪里累了？我们才是真的累了好吗？二皇兄，是皇嫂让我今天这个时候带着我宫里的宫女来的，所以我可不走啊！宫里没人跟我玩，我每天都盼着能和皇嫂这样的颠婆在一起玩呢。贺云婷没撵贺婉婉，而是看向了贺伯远。太子这是也想尝尝肃王府的饭菜。贺伯远沉默片刻，得自己还得舔着脸三顾茅庐呗。那倒不是，姑刚从父皇那里出来，就赶紧回到东宫，带上礼品和补品来看看皇帝和弟妹。眼下也到了饭点，太子妃还在东宫等着姑用膳，姑明日再来看你们。语罢，他让下人将带过来的贵重礼品放下以后离开了。午膳过后，哎呀，午休时间到，开睡。哎呀，皇嫂别午睡了，你陪我聊天，陪我玩。那不行，饭不可以少吃，觉也不可以少睡。我喜欢睡觉，那是种入土为安的感觉。皇嫂，那大郎怎么还不出新的画本子呀？我们等的花儿都谢了，致远书肆更是每天都有很多女子去打听去催呢。哎，皇嫂去午睡吧，我再看一遍大郎的被禁欲世子强取豪夺后，我带酒跑了。反正幽默风趣，看
玩得开心。行，你看你的。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打听到大郎的身份了，等我睡醒了就与你好好的说道说道。我的大郎，我的爱情，我来啦！看贺婉婉这走心的模样，他突然有点怕贺婉婉下午知道真相之后想不开去死。1个时辰后，苏王府后花园，若隐和幻影屏退了方圆300里的所有下人。婉婉，你喜欢我吗？他看向他与他并肩而坐的贺云亭。皇兄，你让皇嫂正常点。婉婉，其实不正常的是你啊！我跟他比，大巫见小巫的好吗？他看向沈星洛。当然喜欢呢。沈星洛从腰间摸出了一个瓷瓶，递了过来。既如此，你将这毒药服下，若你以后背叛我，便会七窍流血而亡。皇嫂，我对你的喜欢可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呢。我有一个很大的秘密要告诉你，这毒药就是上贼船的门票，你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上船？贺婉婉看了看瓷瓶，又看了看他，然后果断吞了毒药。我的母妃和二皇兄的母妃是手帕之交，我从小跟在二皇兄屁股后面长大，甚至他是一个握紧怀鱼的人，所以我选择相信他，也相信他的妻。见他通过了考验，沈星洛也开门见山。婉婉，其实你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大郎就近在眼前。不是，二皇兄，你竟然背地里写画本子，而且知道你写画本子，也不至于就吞毒药吧？刘云看不下去了。公主殿下，您再动动脑子，大胆的想一想，说点他有的东西吧。皇嫂，你是大郎，我不信。贺婉婉想起他的文化水平，眉头紧蹙。皇嫂说的那个秘密，该不会是你把大郎给杀了，然后取而代之了吧？你人长得挺高挑，怎么脑子像新的一样？我若拿出这个，阁下该如何应对？于吧，沈星洛拿出了被禁欲世子强取豪夺后我带球跑了的母本，再然后他又拿出了还在连载中的第2本画本子，外室运渡入府，抬为平妻。和离后他后悔了。当贺婉婉相信了大郎就是沈星洛后，他一脸的破碎感。皇嫂，我的第2段单相思感情就这样到此为止了吗？没事儿，好好活下去，反正每天都有新的打击。皇嫂能写出承其转合那么精彩的画本子，绝对不是草包。你为啥要装癫藏拙呢？你这新脑子就是没烦恼啊！我和王爷一个癫一个病，尚且还有人迫不及待地对我们下手。若是他生龙活虎，我端庄正常，就王爷那赫赫军功和强健的体魄，我们可是最耀眼的靶子，不是权谋斗不起，看戏更有性价比。我和王爷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多有意思啊！自以为是的人你死我活，真正的智者渔翁之利。贺婉婉仔细品了品他的这段话，皇嫂可真是高啊！王爷他也不赖啊，他原本的计划既残忍又令人发指，只不过我觉得他的计划没有趣味性，现在采用我的趣味性，能让我也参与一下吗？你可真会挑重点，他们都是你的皇兄，你为什么会帮王爷对付其他皇子呢？他们几个都是黑心烂肺之人，如今的四海升平全是二皇兄这些年的受伤流血换来的。他们在京都夜夜笙歌，纸醉金迷不说，还在战场上算计二皇兄呢。有一次二皇兄在战场上差点被自己的士兵一箭给射穿心，后来二皇兄查出那士兵是奉了景王之命对他放冷箭，之后就直接推着景王到御前对峙。可是父皇只是对景王做了些不痛不痒的惩罚，二皇兄可不是个吃亏的，出了御书房就拔刀刺穿了景王的右胸，然后扬长而去。经过御医们的全力抢救，景王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他却卧床静养了1年才好起来。得知此事的父皇虽然生气，但就这件事也并未对二皇兄做出任何惩罚。斗得最欢的那几个皇兄不敢去战场上和敌方将领厮杀，只会对保家卫国的二皇兄耍阴招。哼，就他们这种人，我怎么可能会帮他们呢？我不害他们，就说明我至善至纯了。这些年龙腾帝国若不是有二皇兄守护着，我估计早就做了亡国公主了。他们都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之人，我母妃都让我离他们远一点。那你现在就可以参与一下，你待会儿回宫之后，将我比以前更颠了的消息传遍皇宫，如此一来，我以后就可以大颠特颠了。嘿，好说好说，包在我身上。皇嫂，你那些画本子快让我看看。想不想写画本暴富？
当然想了，我最爱看画本子了。可是黄嫂写的这些故事，我听都没听说过，更写不出来呀。哎，无妨，我脑子里有无穷无尽的劲爆新颖的画本题材，每一本问世都绝对大卖啊！真的吗？黄嫂，那快讲几个新鲜劲爆的给我听听。行，那我随便给你讲一个。为了节约时间，我半盏茶的时间给你讲完改嫁后糙汉将军每天哄我生仔仔的故事。我讲的时候，女主的名字就先随便起一个，你主要听故事情节啊。这书名听着就刺激啊！这个女人呢叫小美。半盏茶后，贺婉婉意犹未尽，这也太精彩了吧，简直是闻所未闻。这哪个闲在家里的高门贵女会不爱看呀？黄嫂，快点再给我讲几个。接下来这个故事叫重生后，这个主母我不仅不当了，还转身改嫁当朝权贵。这个女人叫翠花。叙事能力很强的沈星洛讲得绘声绘色。半盏茶后，贺婉婉回味无穷，缠着沈星洛再继续听。哎呀，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自己写？当然了。黄嫂是不知道我每天在宫里有多无聊。如今你给我提供这么精彩的故事，我只用动笔写出来就好了，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些个题材新颖的画本子已经问世，会被无数女子喜爱的，想想就有成就感。不瞒你说，在倒追培育的那1年里，我是真的受挫了，有段时间一度认为我这辈子终将一事无成，直到遇到了黄嫂，我才慢慢打开了心结。如今我还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来证明自己，让我被那么多人喜欢着，真的是一腔热血呀。你身为皇家公主，饱读诗书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丝毫不怀疑你的写作能力。这几天你先把我方才讲的那2个故事写成画本子，我再给你讲更多。这个时代对女子的偏见颇多，而你又是高高在上的公主，所以你最好也起一个男性化的笔名。你只管匿名创作，销路的事情王爷全揽了，这样既不会有损你公主的名声，也打发了无聊的时光，关键是你会赚得盆满钵满。我会严格按照黄嫂说的去做，也会严格保守今天你给我所说的所有事情，连我的母妃我都不会说的。由此一来，我以后就可以天天来肃王府见皇嫂啦。最近其他几个皇子动作很多，我们的事情等尘埃落定之后，你再告诉你的母妃，我今天折磨的不是自己的下人，而是政敌安插在府中的线人。经过我今天一系列的发癫，他们背后的人十有八九会把他们撤走。你以后闲了就来府上安心创作吧。皇嫂放100个心，我服了你的毒药，肯定守口如瓶。而且我现在就很闲，我现在就迫不及待的要开始写了。皇嫂，你和皇兄该忙啥忙啥去吧，我让若影给我找个偏殿，这就开始写画本子去了。语罢，他兴奋地跑向守在不远处的若影。多好的劳动力呀！这激情澎湃的样子，像极了刚参加工作的应届大学生啊！一腔热血抱负，一身的干劲儿。他很幸运遇到了我这样有良心的合作伙伴。马字很辛苦的，以后赚的钱咱们给他6成，自己留4成。贺云婷牵着他的手，都依星落的。干劲十足的贺婉婉奋笔疾书的写到了月上柳梢头才走，走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像极了职场新人。回到宫中以后，贺婉婉吩咐今天到肃王府弹琴跳舞的宫女们见人就说肃王妃逮着他们左拥右抱，比以前更颠了。而贺婉婉自己呢，也趁热打铁的到皇帝面前说了几嘴。皇帝听完贺婉婉说的之后思忖了一瞬，当即又派工人去给沈星洛送去不少的赏赐表示弥补。经过贺婉婉一顿猛如虎的操作，肃王妃比以前更颠了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夜深人静，景王府现然沈彬跪在地上，将白天的事情事无巨细的汇报给了景王贺怀安。主子，这颠婆玩真的是生不如死呀！属下这一天都不想再被那颠婆折磨了。主子呀，您若可以放过属下的家人，属下这就自裁，求个痛快。太医都说了，那肃王的身子再也经不起一点折腾。如今那肃王妃疯成这样，你也没必要留在那里当线人。你明日犯个错误，金蝉脱壳，本王刚好有个新的任务吩咐你去。沈彬一顿感恩戴德后，在夜色的掩护下返回了肃王府。其他3个线人和他一样，后半夜沈星洛一个翻身，准备将4肢搭在贺云婷身上，但是身边却是空空如也。他睁开了朦胧睡眼，穿衣下榻，推门而出，就见寝殿隔壁的书房燃着烛火。他几步上前，推开了书房的门。
只见贺云亭震惊微坐在上手，下手两侧分别坐着几个人，大抵是肃王党的幕僚，而未经允许就直接推门而入，让正在议事的几个幕僚对他心生不满。星洛怎么不睡了？哦，刚才醒了，翻身去抱王爷，发现王爷不在，然后就睡不着了。我不知道王爷在议事，我先回房了。众人傻眼，梦了，一点王妃该有的样子都没有。偌大的宫殿空荡荡的，难免会感到失落。既然睡不着，就坐到我身边来，我这里马上结束。也好。沈星洛走上前去，坐到首位上的梨木雕花大椅上。众幕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们原本都已计划的天衣无缝，现在贺云亭却通知他们计划有变，他们隐隐地感觉到是沈星洛让他们肃王调整了计划。王妃是后宅夫人，殿下议事，您竟然真就留下来要旁听，实在乱了规矩。王妃，恕老臣直言，有分寸的人才能盛宠不衰。贺云亭不怒反笑，因为他知道他的妻不是个吃亏的。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方才明明说了要回房，是王爷盛情邀请我留下来的，是也不是？你听王爷的，我也听王爷的，所以你不应该指责我乱了规矩。即使事实如此，我也不可能指责王爷呀，那错的肯定是你呀。既然是王爷让我坐在他旁边的，谁说我只是单纯的旁听的？我可喜欢指指点点了。他这是要并继司臣，并继司臣向来是文官最为警惕憎恶的乱象。王爷，如此机密要事，女人怎能在场？微臣以为近期京都那铺天盖地的娇宠肃王妃的传闻，不过是迷惑政敌的一种手段，没想到您竟然来真的。王爷，王妃出身低微不说，在外面的名声可也不太正常，您不能如此骄纵她呀。王妃若是个家世显赫的大家闺秀，您这娇宠也就宠了，可她样样拿不上台面不说，还如此的恃宠而骄，简直一言难尽啊。是啊，王爷，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哼，你喜欢裸奔，王爷可不喜欢。我没什么兴趣爱好，平时就爱助人为乐。既然你这么喜欢裸奔，那我可以让王爷叫你这辈子都穿不上衣服。在众人被他的颠言颠语砸得晕晕头转向时，他又慢条斯理道：我知道你们既看不上我的出身，也对我这个人成见颇多，不过呢，我无所谓。我虽然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但是我能让所有人都不喜欢，所以你们有意见就直接保留，不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言贬低我。再有下次，你们的舌头可就没了。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果然，谁惹到他都会被气得吐3升血，真是个活宝。平时都是传递消息，本王与你们难得碰一次面，既然你们今日碰到了王妃，本王今天就把规矩立下。星洛是本王的发妻，你们以后不仅要如敬本王一般的敬着她，也不得妄议她半句。违抗者要想想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后果。美色误人，您不能因为美色误了大业呀，请王爷三思啊！你们在教本王做事，微臣不敢。星洛胜过千军万马，他若想自立为王，普天之下无人可挡。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那幕僚刚想再说些什么，却见贺云亭大手一挥，感人的意味不言而喻。王爷这般护我，就不怕他们有异心？他们不敢，上了我的船就没有半路活着下船这一说。他们在别人身上也见识过想半路下船的那些人的下场。沈星洛闻言想起了他原本的计划，抽筋剥皮一般的铁血手段啊！王爷这么晚议事，是遇刺一事查到凶手了？贺云亭将他横抱而起，出了书房。我以为星洛会一觉到天亮，没想到星洛中途会醒。晚上习惯搂着王爷睡了。我记下了，以后我白天传他们，让他们到密室议事。好，所以是谁买凶杀我们？贺云亭轻柔地将他放至榻上。是景王。那景王是真喜欢玩阴的，他还真是上赶着花样作死。不过按照计划，他也快玩完了。其实星洛的计划和我的计划差别本身也不是很大，只不过按星洛的计划来，他们可以多蹦跶几天。沈星洛服下一颗药丸，然后与他鼻尖对鼻尖，等他蹦跶的正欢的时候，将他一棒子打死，多好玩呀！我前天早上让人将景王前几天买凶刺杀太子一事分别递消息给太子和燕王，他们两拨人马上也会对景王下手，这水马上就要魂不见底了。燕王党里也有王爷的人？
哇，王爷真厉害！这太子党和燕王党怎么就查不到买凶杀人的真凶呢？还需要王爷暗中递消息？太子党和燕王党不是查不到，而是短时间内查不到。那景王不仅爱耍阴招，还狡猾得很，算是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主。唉，看来王爷的情报信息网很是庞大。不聊了，困劲儿上来了。王爷，明天早上咱们还得按照计划上街演戏呢，一场精彩大戏马上开演了，想想就刺激。行了，快睡吧。翌日刚用过早膳，喝完碗就找来了。皇嫂，我来写话本子啦。你写你的，我这2天嘴馋得很，让王爷陪我上街逛逛去。一来多买点小吃带回来，二来嘛，去看看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眼神。这是皇嫂会干出来的事儿。出了肃王府，沈西洛和贺云亭漫步在街上，一副蒹葭情深的模样。行至闹市，沈西洛突然就干呕不止，贺云亭立刻开始与他演对手戏，抱着他就冲向最近的医馆。来人，快给王妃医治！医馆内的医者见状，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上前。当从医者口中得知沈西洛有孕时，贺云亭原本凛若冰霜的眉一点点舒展开来，直到爽朗的开怀大笑。随行的刘云见状，赶紧演他的剧本。小姐真争气，嫁入王府2个多月，就怀了肃王殿下的第1个孩子。王爷，我们有孩子了。夫人既然有孕在身，街上人头攒动有隐患，夫人若是想逛，我与夫人天天漫步王府。哎呀，我说怎么才逛了一会儿腿就酸了，原来是有了身孕啊！王爷，抱我回府。贺云亭将他横抱而起，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医馆。经过人传人，肃王妃有喜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都。夫妻2人刚回到府中不久，贺婉婉就拿着自己写的话本子找了过来。皇嫂，你帮我看看我写的话本子怎么样？沈西洛接过话本子，我只是给你讲了一个故事大概，你却能写得这么精彩有趣，不错，文字底蕴深厚，故事跌宕起伏，很会拉情绪，也很有想象力。能得到皇嫂的认可，肯定也会被无数读者喜欢的。我这就去继续写啦。哎，皇嫂和皇兄不是刚出去没多久吗？怎么这么快就逛完回来了？刚逛一会儿我就反胃干呕，到医馆一瞧，发现有喜了。王爷觉得街上熙熙攘攘都是人，不放心我在外面逛，这就回来了。皇嫂有喜啦，我要当姑姑啦！皇嫂是不是还没来得及买一些小吃回来呀？你等着，我这就上街去给皇嫂买。我呀，平时不是在宫里闲逛，就是在街上闲逛，深知哪家的小吃味道不错。哎，王爷已经安排若隐和幻影去买了，你快去做你喜欢的吧。贺婉婉想了想，皇嫂，我今晚到母妃的宫里要一些奇珍异宝，明天来的时候给我小侄带来。哎，不用，这才刚怀上，等我生了，你再带着见面礼来也不迟。皇嫂不仅让我释怀了培育，还让我的人生有了方向，这是我的一片心意，皇嫂就莫有推辞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好了，我继续写我的话本子去了。语罢，他一溜烟的就跑了。午膳过后，太子带着一堆贵重礼品和珍稀药材再次登门造访。听闻弟妹有了身孕，姑特地来恭喜皇帝。太子莫要再费心思了，王妃前几天惊吓过度，刚刚康复，如今又有了身孕，那就更不可能放心头血为你做药引子了。而沈星洛则柔若无骨一般坐在前厅的椅子上，全程一言不发。不是，我都连着来了3回了，3回都花了不少钱啊，你还要我怎么样？与此同时，贺云亭剧烈咳嗽了几声，并咬破了嘴里的血囊。不瞒你说，这次刺杀本王的刺客均是顶尖高手，本王这次与刺客殊死一搏，耗尽了所有精气。如今本王这个身子啊，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这个冬天。若是本王熬不到孩子出生，还请太子对本王的孩子多多照拂一二。沈星洛闻言，立刻开始接他的对手戏。王爷，你不要这么说好不好？若是没了王爷，我和孩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王爷接下来一定要抛开一切，好好静养。若真是回天乏术，我也绝不会在这世上苟活一天。宫立在一旁的刘云见状，立即就跑出了前厅。救命啊！肃王殿下不太好了，都咳出血了！在前厅外面值守的一婢女闻言，立刻马不停蹄地跑向了府医的住处。赵夫
溥仪，赵溥仪不好了，大事不好了，肃王殿下就要不行了。大抵是太害怕要陪葬，那婢女因为跑得太快，摔了个狗啃泥。那婢女面前的另一个下人见状，拔腿就跑。赵溥仪，不好了，肃王殿下活不过今晚了，您快去看看呐！不出一刻，关于肃王殿下的消息就在肃王府炸开了锅。什么？太子殿下因几次前来都要不到心头血，一怒之下拔刀杀了咱们肃王殿下。什么？肃王殿下死在前庭了？什么？王妃3尺白绫吊死在肃王府，随肃王殿下去了？什么？肃王殿下明日出殡？什么叫做3人成虎，离了个大谱？这就是自打刘云哭着跑出前厅之后，贺云亭也不再与太子多说一句话。夫人莫激动，你还怀着孩子呢，我为了你和孩子，也会拖着这副病躯努力的活着的。我不管，我爱王爷如命，说是王爷撒手人寰了，我当天也带着孩子到阴曹地府陪王爷，绝不多苟活一天。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姑咋办啊？现在的贺伯远急得要死，但是这夫妻2人既不看他，也不再与他寒暄，完全就好像屋里面根本就没有他这么一号人。不知为何，此情此景让贺伯远觉得这前厅的气氛中透出了说不出的诡异和阴森。良久之后，贺云亭冷冷地吐出几个字：太子还不走，在等什么？你说我在等什么？我他娘的在等自己的病不治而愈。弟妹啊，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如今这1月之期也越来越近，你能不能像以前一样提供心头血给姑？你若想要什么，若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姑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太子殿下，从我第一次去东宫放心头血的时候就说过，希望你能庇护肃王府几分，可你呢？你只是答应了而不做。我忍着剧痛用心头血为太子殿下治病，可太子殿下却没把我们的死活放心上。弟妹啊，你听姑解释，姑不是不管你们的死活，而是姑实在没有想到有人对你们下着死手啊！你们夫妻2人一个病一个，这谁能想到你们都这样了，竟然还有人不放过你们？太子请回吧，本王携王妃歇着了。语罢，贺云亭牵着妻子的手，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你以为我想来热脸贴你冷屁股啊？夫妻2人前脚刚走，听到府中一片哭声的贺婉婉风风火火的跑了过来。大皇兄，你对2皇兄和2皇嫂动手了？姑还没有病到跑到人家府上对人家动手的地步。他咬牙切齿地说了句：皇帝又咳血了，情况不是很好。然后就离开了。贺婉婉闻言，拔腿就往宫里跑去，问皇帝要御医。出了肃王府的贺伯远驻足回头看了看肃王府，不知为何，他此时觉得这肃王府好像一座阴宅，哪都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凉气。夕阳西下之时，皇帝和皇后亲临肃王府。肃王府的暗卫在皇帝还有老远一段距离的时候，就赶紧到主院禀告了。寝殿内悠哉地躺在小榻上吃着水果的沈星洛立刻让贺云亭躺到了大床上，调整一下情绪，进入演戏状态。就连恭立在门口的刘云也开始掩面哭泣。当帝后行至寝殿门口时，我在沈家爹不疼继母打，无依无靠，过的是暗无天日的日子，直到嫁进肃王府才尝到被人疼爱是什么滋味。王爷身子不好，我沈家事也无法给您带来任何助力，本以为可以与王爷与世无争，共度余生，无料总是有人要将我们赶尽杀绝。王爷，等你身体养得好一些了，咱们去求父皇放咱们去封地吧。其实远离这些是是非非，去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也挺好的。星罗莫哭，你如今怀着身孕，不宜过度悲伤。我的封地远在边疆，你怀着身孕，我怎么舍得这个时候带着你长途跋涉的去那里吃苦？咱们暂且忍耐一下，待孩子出生且长大一点了，我就带你和孩子去封地生活。他话音刚落，皇帝推门而入，躺在床上的贺云亭挣扎着要起身。肃王不必多礼，肃王妃也无需多礼。沈星洛赶紧起身，浅一礼。儿媳不知父皇和母后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之处，还望海涵。朕听闻肃王病情恶化，放心不下，所以特地前来看看，并未提前通知你们，所以你们并无失礼之处。朕带了御医来，先让御医给肃王瞧瞧。御医一番望闻问切之后，还是肃王殿下身体
亏空严重，需要静养那番结果。看到肃王殿下今日又大量咳血，儿媳心里又怕又难过，所以儿媳斗胆向父皇讨个口谕，待肃王殿下身体有所好转之后，请父皇准许王爷带着儿媳到封地生活，届时儿媳可以和王爷天南海北四处转转。肃王殿下戎马一生，吃尽苦头，身上伤疤无数，只为守护这壮丽山河，可他却从未有闲暇时间好好的看看他一直守护的这片山河。所以儿媳想与肃王殿下四处走走，尝遍地方美食，也算让他无憾。不愧是你，这大型临终关怀现场一般的说辞，张口就来。苏王妃莫要如此悲伤，苏王为龙腾帝国无私奉献，朕自然不会亏待他，朕会用金银财帛、名贵药材来补偿的。你怀着身孕，也尽量少以泪洗面，有什么委屈可以进宫找朕说道说道。陛下说得对，星洛若是受了什么委屈，不用忍气吞声，也可以随时进宫找本宫诉说。肃王保家卫国多年，却落得这么个下场，本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本宫这次给肃王带了不少珍稀药材给他补补身子，聊表心意。陛下好不容易来一趟肃王府，就让陛下和肃王他们父子俩独自唠唠。本宫与你到肃王府四处走走。沈星洛心里笑开了花，因为他知道皇后要求自己收钱了。沈星洛一边用锦帕擦着眼泪，一边和皇后在肃王府漫步。不一会儿，他和皇后行至肃王府后花园的凉亭。沈星洛以腿酸为由进了凉亭，围桌而坐，然后不言不语。皇后坐在他的对面，满脑子想的是该如何让他继续为太子提供心头血呢。良久之后，皇后率先开口：女子最大的资本就是美貌。星洛本就生的面赛芙蓉，若是再配上一些顶级的头面，定能更加令肃王喜爱。所以本宫今天给你带来了2套做工精美的头面，算是答谢你前些日子用心头血为太子治病。这么贵重的东西，儿媳不能收。况且儿媳如今有了身孕，也无法再继续为太子殿下提供心头血了。如此一来，就更不能收了。星洛无需担心，肃王这边，陛下和本宫后续还会送来大量的名贵药材养着，他一定会吉人自有天相的。沈星洛闻言，秀眉紧蹙。母后从未有人像肃王殿下那般对儿媳好过，所以若是王爷有什么3长2短，儿媳绝不会苟活一天。见他用情至深，他生怕这肃王若真是撒手人寰了，这沈星洛也立刻跟了去了。星洛现在还怀着龙孙呢，莫要说这样的话。本宫作为过来人，今天就和星洛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好色是男人的天性，所以这女人还是有个保障最好。你还小，不懂人心险恶，人情凉薄。可这些本宫在后宫里见的可多了。陛下宠一个女人时，她人前光鲜亮丽，风光无限。一旦她失了宠可用不了多久就成怨妇了。肃王他这么多年不近女色，而你用你的心头血救了他一命，加上你是他的第一个女人，所以他现在对你无条件的娇宠。可是人心易变，久处相厌。况且这世道哪家达官显贵一辈子就只有一个女人？何况他还是亲王。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星洛别觉得本宫说话直接，本宫也是为你着想。肃王是亲王，门当户对，对他有价值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而你这出身给他带不了任何助力，所以星洛还是未雨绸缪的好。母后，儿媳并非母后说的那般毫无价值，儿媳很会讨王爷开心的，能为他源源不断的提供情绪价值呢。皇后不恶，谁他妈情绪价值他以亲王需要的是各方各面的助力，他要情绪价值做什么？后宫佳丽3000，母后看的太多了。这男人都是朝3暮4的。别看肃王他现在纵你宠你，等5年8载之后，他真的还会像今日一样宠你无度吗？有句话叫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他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咱们女人最重要的是为自己找个靠山，让自己对男人有价值，地位才会不动如山。
沈西洛一脸天真，真的吗？见他上钩，皇后趁热打铁，母后哪能骗你这些呀？后宫佳丽3000，哪个不是满腹哀怨的？古话说得好呀，何况如今鸾镜中，妾言未改，君心改，这就是男人的本性。所以说啊，咱们女人最重要的是有所倚仗。本宫知道你的娘家无法让你倚仗，所以你可以倚仗银钱和本宫。你在娘家如履薄冰，他们给你的陪嫁嫁妆也都是些空箱子吧？人可以一无所有，但就是不能没钱。本宫今日就给你50万两银票傍身。星罗，本宫是皇后，以后肃王无论再派多少女人进肃王府，他们都得恭恭敬敬的叫本宫一句母后。以后本宫会无条件的为你撑腰，并想方设法刁难他们，让肃王厌恶他们。另外啊，你怀孕期间所需要的补品，本宫明日就差嬷嬷送到肃王府。母后这般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儿媳继续提供心头血给太子殿下，对吗？星洛也是马上要当母亲的人了，做母亲不都是为了孩子义无反顾？你放心，本宫每个月也会差人给你送大量补血的名贵药材，绝不会亏待你的。可是王爷说我如今有孕在身，不让我再用心头血做药引，这是王爷的第一个孩子，他十分重视的。本宫理解肃王的这些考虑啊，本宫也觉得再让有孕的你为太子提供心头血有点不合适，但本宫实在也别无他法。太子他舅家以及麾下所有幕僚都寄希望于他，而你是唯一一个能改善太子身体状况的人。本宫身为母亲，只能厚着脸皮来当说客。这样子，本宫加个价，给你150两银票傍身。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另外，本宫明日再派心腹嬷嬷给你送来一些价值不菲的头面、首饰和绫罗绸缎作为补偿，还请星罗念在你我同为母亲的份上，继续为太子提供心头血吧。而且啊，从今往后，本宫会让太子和娘家人派人保护你们夫妻2人的周全。真的吗？以后儿媳和肃王殿下真的就不会再有性命之忧了吗？你和太子息息相关，本宫自然会不遗余力的护你们周全。行吧，儿媳答应母后方才所言便是，因为母后方才所言非虚，朝三暮四是男人的本性，儿媳的父亲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所以儿媳觉得的确是应该未雨绸缪，只是母后答应儿媳的可一定要做到呀。本宫堂堂皇后岂会食言？星洛放心，本宫必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本宫今日只带了50万两银票，剩余的100万两银票，本宫明日差人随着其他东西一并送来。沈西洛和皇后又有的没的闲聊几句后，重新回了主院。帝后走后，贺云亭握住妻子的手。皇后既然如星洛所料那般亲自上门送钱，那星洛必定满载而归吧。皇后给了我150万两银票，2套价值不菲的头面，许多珍稀药材和许多口头承诺呀，茶不苦心不赌，转眼竟赚150。我见皇后从后花园回来，一脸的喜色，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天血赚的是她。哼，这才是割韭菜的最高境界，镰刀手高兴，韭菜更高兴。好了，咱们铺垫了那么多，今晚该去搬空景王府和景王党所有人的库房了。今天天公也作美，外面这会儿黑云压城，晚上应该会有一场大暴雨，正是动手的好时机呢。星洛是唯恐天下不乱，生怕他们弄不死对方。既然要让景王万劫不复，他马上就要玩完了，那他的财产可不能冲入国库呀，得全部到我的口袋里。嘉兰寺杀人那天，我可是亲眼目睹了王爷的身手，翩若惊鸿，矫健如龙，利索又帅气。等天黑了，你带我随夜潜入府，将景王和他的所有党羽的库房全部搬空，让景王气急败坏，让他死到临头，蹦跶的再高一点。你是狡猾的小狐狸，蔫坏的。哼，人间一趟，金钱至上，怎么王爷不喜欢吗？自然是喜欢的，都依星洛的。聊到他的身手，沈星洛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嘉兰寺那天他行云流水的潇洒招式，真帅啊！他伸出素白的小手，抚上他丰神俊朗的脸庞，摩挲画圈。
王爷。贺云亭从来都受不住他的撩拨，没过一会儿，羞人的低语回荡在殿内。情事过后，沈星洛窝在他的怀中睡了过去。此时一刻，无星无月，黑云压城，沉闷的气息笼罩在京都上空。一身夜行衣的贺云亭带着沈星洛出了肃王府，他揽着他的腰肢，纵身一跃，似幽灵一般灵活地穿梭在京都的楼宇之间。哇哦，原来这就是古武轻功啊，太牛叉了！牛顿的棺材板都快摁不住了哇！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景王府的库房房顶，贺云亭三下五除二地接了房顶的瓦片，随即带着他无声无息地跳了下去。大致扫了一眼眼前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帛，自化玉器后，沈星洛小手一挥，瞬间就搬空了景王府的库房，连蜘蛛网都没给他留。见库房空空如也，贺云亭揽上他的腰肢，纵身一跃，重新又跃到了房顶，将瓦片恢复原样后，带着他挨家挨户地光顾了景王党。1个时辰后，夫妻2人刚回到了肃王府，天空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回到主院，熬了个大夜的沈星洛二话不说就往床上爬。月亮不睡我不睡，太平间里有床位。困死了。接下来我要睡上1天1夜。贺云亭嘴角轻笑，并帮妻子脱了衣服。是吧？沈星洛是美滋滋的睡觉了。第2天一早，京都因景王府和景王的所有的人库房都被洗劫一空一事儿，一下子炸锅了。早朝之上，库房被人搬空的那些人在金銮殿内长跪不起，非要皇帝派人彻查此事，给他们个说法才行。皇帝则是一个脑袋10个大，每天面对处理不完的政务不说，太子遇刺一事还没查出水落石出呢，这肃王又遇了刺。这肃王遇刺一事，他才刚抽派人手开始查，整个景王府和一些官员的库房一夜之间又全部不翼而飞，查不完，根本查不完。他大手一挥，将此事交由刑部、大理寺和京兆府3方互相配合，全力调查后退了朝。这厢熹贵妃在得知自己儿子的库房不翼而飞后，当即去面见皇帝，御前一番哭哭啼啼之后，皇帝允许他到景王府看望景王。景王府，母妃，儿臣一定要杀了太子和燕王。稍安勿躁，陛下已经安排刑部、大理寺和京兆府联合彻查此事，等查出是谁干的，再对付他也不迟。有什么可查的？这事儿总不能是肃王干的。那肃王在身体无恙之时，都不屑与儿臣太子和燕王去争，整天不是深居简出，就是上阵杀敌。如今他被儿臣毒得气血两虚，就算他想争，也没那个精力。所以这事儿除了太子和燕王，谁还有这个能耐在一夜之间将我整个景王党的库房一扫而空？就肃王目前的身份状况和他将那颠婆王妃当作眼珠子的情况，谁都知道这事肯定不是肃王干的。这刑部、大理寺和京兆府也不会傻到花费时间去调查那肃王，这太子和燕王不会突然平白无故的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所以前几天太子遇刺一事是不是出自你手？对，儿臣祸水东引，而且做得滴水不漏。太子党和燕王党查了这么久都没查出个所以然。不仅如此，前几日那肃王遇刺也是出自儿臣的手笔。蠢货，谁允许你背着本宫在天子脚下买凶杀人的？那皇后稳坐后位多年，岂是个好对付的？还有，肃王虽然冲洗成功，但身体亏空，加上他娇宠一个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助力的颠婆王妃，已不足为惧。你为何还要以身涉险的在天子脚下杀人灭口？况且那肃王可是你父王最引以为傲的皇子。别看你父皇自那纯贵妃死后就对肃王冷眉冷眼，可是在他心底还是很在乎肃王的。你杀他就是在度你父皇的逆鳞。正因为如此，儿臣才要杀他。父皇在东宫做太子时与太子妃心心相印，所以他登基后封那刚出生的贺伯远为太子。后来父皇在对皇后的感情淡了之后，又遇到了那纯贵妃，并将那纯贵妃宠上天。在纯贵妃自尽前，更是对那肃王偏爱有加。母妃也是父皇在东宫做太子时就跟着父皇的，为什么父皇没给您滔天的恩宠，也没给儿臣独一份的偏爱？这不公平。肃王因纯贵妃从7岁就失了宠，成了父皇心中的一根刺也就罢了，可那太子从出生就病恹恹的，到现在却依旧得父皇的偏心，这么多年依然稳坐太子宝座，他凭什么？儿臣虽然在文武方面比不上肃王，但儿臣比起那太子还是绰绰有余的。父皇为何就如此的偏心？都是父皇的儿子，凭什么儿臣就从未得到过父皇的偏心？哪怕是和肃王一样的短短几年也好啊！儿臣杀了肃王夫妇，那太
太子刚有起色的身体就会回到原点。至于燕王那蠢货，纯粹是靠妍妃和太后母族扶持帮衬着。况且肃王征战多年，在军中颇有威望，深得军心。得民心者不一定得天下，但得军心者一定能得天下。所以他是个大隐患。既然儿臣已经杀过他一回，也不怕再杀他这次。你的这些想法，母妃能理解。母妃在陛下还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跟着陛下，但一直未得他偏爱圣宠。贵妃之位还是这几年才册封的，所以母妃的怨气不比你少。但你做这些事儿之前，怎么就不和母妃通个气，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你贸然出手却没有杀死他们，这会让我们陷入被动的地步。母妃也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肃王再怎么厉害也是个没娘的，况且他的外祖家不过区皇商，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现在最要命的是你在天子脚下买凶杀人，杀皇帝的2个儿子，杀他曾经最深爱过的2个女人的儿子，你武得太过火了。你这段时间给母妃老老实实的，莫要再有任何动作，母妃这就回宫给你舅舅递消息，想方设法的找补此事。窗透初晓，贺婉婉一如既往的来肃王府写话本，只不过她今天兴奋的直奔主院。皇嫂，你快醒醒，大事太好了，大事太好了！主院的刘云听闻此话，一愣一愣的，他怎么也开始掂言掂语了？沈西洛不情不愿的推门而出：祖宗哎，大清早的叫魂呢！你最好是找我有要事儿，否则我就让人在肃王府门口贴个傻瓜和永乐公主不得入内。皇嫂，稍安勿躁，你这贼船的空间呢是有限的。作为上来人，我呢已经上来了，你就不能再把我赶下去了哦，也不能再让别人上船了哟。沈星洛无语，贺婉婉从随行的宫女手中接过一堆奇珍异宝，那这些是我给小侄儿的见面礼，你替我小侄儿收着。皇嫂，你知道吗？出大事了，景王府和不少官员家的库房一夜之间被人给洗劫而空了。父皇今日早朝派刑部、大理寺和京兆府3方联手调查此案呢。啊，我不知道啊。景王他贪墨军饷，令人恨之入骨，父皇就不应该管他这事儿。皇嫂没上过战场，不知道边将们的苦，他们用血肉之躯保家卫国，皇室宗亲却还贪污朝廷拨给他们的军饷，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景王的所作所为的确令人深恶痛绝，报应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他这不是遭了报应吗？哎，行了，你写你的画本子去，我也忙我的去了。哎，皇嫂这摆烂第一大户有什么可忙的呀？哎呀，见识短浅了吧？早早的起床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再睡一觉。行了，我不跟你聊了。自从有了身孕之后，我感觉特别嗜睡。你今天别来打扰我，我得好好的躺着养胎。贺婉婉打开一个锦盒，皇嫂，我带来的这一堆东西中，就属这个水晶琉璃盏最稀罕了。这可是西域贡品，是我专门跑去问母妃要的。这东西老稀罕了，在市面上可是有价无市啊。沈西洛瞥了一眼，什么水晶榴莲盏呢？不就是玻璃杯子吗？他拼多多10块钱批发5个，还包邮呢。见沈西洛不接话，皇嫂也不必感动成这样，你待我不赖，我对小侄儿自然也不会小气。你给的其他东西我收了，我对这水晶琉璃盏毫无眼缘，所以就不横刀夺爱了啊！我当做宝贝的东西，你竟然这么不稀罕？有一说一，皇嫂你是真不识货呀！既然皇嫂将这个推给我了，那我明天给皇嫂带来2个纯金长命锁给我小侄儿。皇嫂快去养胎吧，我写画本子去了。言落，贺婉婉一溜烟的就跑了。回到寝殿，沈星洛道：王爷可以派人进行计划的下一步了，我这莫须有的孩子得赶紧死在他们手里，不然贺婉婉给孩子的礼品我收的不心安理得。好，星洛快继续睡吧。话分两头，这边景王党库房一夜之间被搬空一事，让太子大为震惊。母后，这妍妃和燕王可真缺德，竟然把景王党的所有人的库房一撸到底。缺不缺德暂且不论，一夜之间安排人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搬空景王党所有人的库房，这妍妃和燕王背后的势力竟然发展到如此恐怖如斯的地步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对付完景王，然后全力以赴对
付燕王。另一边，颜妃的蔷薇宫，母妃，这太子和皇后的势力就是强大，一夜之间啊，搬空景王党所有人库房这么大个事儿，竟然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的。有一说一，太子党这样做可真缺德呀。不过咱们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咱们刚给熹贵妃下过毒。颜妃脑壳疼，哪有亲王说自己缺德，并当着亲娘的面说亲娘缺德的？哎呀，这孩子不仅是样貌不怎么好看，资质也平平，这么多年若不是他和太后帮衬扶持着，早就被政敌给玩死了。哎，真他娘的闹心啊！对呀，下毒呀！儿臣怎么就没想到给自己下毒呀？母妃，你给熹贵妃下的那毒药给儿臣来点，儿臣现在就服毒。你没事服什么毒啊？驸马母妃说，自打那宋王妃遇刺之后，儿臣每天抓心挠肝的想见她，但儿臣现在还不是皇帝，没有正当的理由见她呀。儿臣若是中了和熹贵妃一样的毒，一来可以洗清嫌疑，祸水东引；二来嘛，还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找她解毒，简直一举两得呀。那颠婆都怀了素王的骨肉，你竟然还不死心？天下之大，美人如云，你想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啊？怎么就对那颠婆执迷不悟呢？哎呦，那怎么能一样啊？其他的高门贵女皆是循规蹈矩的，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而那些小门小户的女人更是胆小如鼠。儿臣大声说一句话，就吓得他们跪地发倒。只有那素王妃不仅对儿臣蹬鼻子上脸，还敢讹儿臣的钱。儿臣就是喜欢她。自从儿臣喜欢上了那素王妃之后，才算彻底理解了父皇当年对那纯贵妃的感情。母妃，心若能自控，要心有何用呀？母妃，儿臣做不到不去想那素王妃呀。母妃，您这辈子有为爱情拼过命吗？您没有，所以儿臣说的这些，母妃不懂。颜妃听到这里，已经是怒发冲冠了。她深呼吸几口，他娘的，每天生一气，气不一样。据我所知啊，你上次找他看病，他开口就要了11000两，你被你父皇罚俸5年，哪有那么多钱让他坑啊？所以啊，你趁早歇了这个心思。哎呦，母妃不要对他有那么大的成见，他问我要诊金，怎么能叫坑钱呢？人家会诊给药，收取诊金天经地义嘛。再说了，男人的钱不就是给女人花的吗？儿臣把钱给他，不觉得被坑，反而还挺开心呢。你脑子清醒一点儿，那颠婆是别人的发妻，以后你坐上了那个位置，她怎么配当你的皇后？母妃，历朝历代也有不少夺有妻的，更有甚者，还有皇子染指宫妃的。儿臣不过是夺兄弟妻罢了。哎呦，您快把那毒药给儿臣，儿臣毒发之后就能堂而皇之的去找素王妃治病了。滚！你给本宫立刻就滚！贺思成向里间走去。儿臣知道您那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您不给儿臣呢，儿臣就自己拿。见他翻出藏在暗格里的毒药，义无反顾地吞了下去。逆子呀逆子，这解药只有本宫有，若是那颠婆治不好你这毒，本宫宁愿眼睁睁看你死在眼前，也不会给你解药。母妃就儿臣一个儿子，若是素王妃解不了儿臣的毒，母妃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语罢，他大步流星地向殿外走去，那脚下生风的模样，活像急着去奔赴一场爱情。这厢沈仙洛再一睁眼，已是繁星满天。王爷，我好饿。晚膳刚做好，就算星洛不醒，我也会把你从床上挖起来。洗漱吃饭。晚膳过后，贺云亭开始跟他说起他睡着之后发生的事儿。宫里今天下午乱成一锅粥了。谁又搞什么幺蛾子了？熹贵妃中毒了，整个太医院忙活半天，全都束手无策。有趣，竟然有人与我们想法不谋而合，并在我们动手之前对熹贵妃下了毒，真是瞌睡有人递枕头啊。中午得知熹贵妃中毒之后，我立刻安排影卫通知县人终止投毒计划。有趣的事情不止这一件，这次中毒的不仅只有熹贵妃一人，燕王也中了和她一样的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此番表面上太子和皇后的嫌疑最大，但是太子和皇后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他们三方真是越来越有趣了，交叉着斗智斗勇啊！我已经派人着手去调查此番投毒的幕后黑手了，最多5天必有结果。对了，暮色四合之时，燕王府来人了，来求星洛到燕王府会诊，并说诊金任你开。那时候星洛睡得正香，我就派人把他们撵走了。和熹贵妃中了一样的毒，太医全都束手无策。他们两拨人一定有一方在贼喊捉贼。到底谁在演苦肉计，最多5天就水落石出了。至于到燕王府出诊一事儿，本就不在计划内，所以星洛若是想赚一笔钱，就带着若影和幻影去。若是看不上他那3瓜2枣，等燕王府以后再派人
人来，我让人直接撵走。王爷今天把燕王的人撵走，燕王十有八九会和上次那样去找婉婉。有钱不赚王八蛋，婉婉给了咱们这莫须有的孩子这么多珍稀宝贝，这次让他也赚一些。况且就算我答应出手救人，也是燕王拿着银票上门求诊，一个连赈灾款都贪污的烂人，我才不会去那方块脸的家里给他治病呢。哼，我要让这些蠹虫都屈尊降贵的有求于我，这就是女王自信风光梦。贺云亭满脸的宠溺，他的妻永远这么的鲜活有趣。对了，以后等三巨头都玩完了，我愿意把从他们身上搜刮得来的全部钱财拿出来一分为二，一半用来兴修水利，让百姓的家园不再被洪灾摧毁，让他们不再流离失所；另一半用来充作军饷，改善三军的生活质量。王爷的外祖是皇商，产业遍布天南海北，只有百姓安居乐业了，王爷的铺子才能日进斗金。而且王爷边关征战多年，最是知道戍边将士们的不容易。听到这里，一股从未有过的兴奋在血液里乱窜。沈星洛未了的话被尽数吞没，强势索取的吻铺天盖地的袭来。他主动张开牙关，并伸出舌头与之追逐纠缠。意乱情迷之时，他轻轻地推开了他。不来了，昨晚弄得太狠，腰还酸着呢。况且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明天大概率会有2拨人来找我解毒，一大堆事儿呢。星洛对我也动了心了，是吗？王爷对我掏心掏肺，我对王爷没半分爱意，那是假的，但也没有爱得那么深。贺云亭闻言，眼中瞬间犹如碎钻落入一般，晶亮晶亮的。我会继续努力做得更好，让星洛以后对我的爱多一分。见他开心的像个吃到糖果的孩子，沈星洛也勾了勾唇。王爷先休息吧，我睡了一天，现在不困，今晚把第2本花本子收尾。习惯被星洛缠着，星洛不躺在身边怎么能睡得着？所以我在旁边陪着星洛。沈星洛并没有矫情，而是调整好坐姿，开始奋笔疾书起来。话分两头，另一边被烈毒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熹贵妃道：听说那燕王今天派人去肃王府找那癫婆治病了啊！是肃王妃那癫婆，虽然琴棋书画样样不同，但她那医术好像可以的。前些日子她不是在大街上说燕王不举，后来燕王反而花高价钱上门求她治病吗？况且那太子还用她的心头血做药引子呢，就算他真的医术平平，治病全靠放自己的心头血，咱们也应该试一试呀，娘娘。本宫中制毒虽然不会立刻死了，但是毒发起来真是痛不欲生。等本宫查出了下毒之人，一定把他千刀万剐。眼下太医院所有太医全都束手无策，如今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你明天到本宫的司库里拿一些金银财帛和奇珍异宝，也给那癫婆送去，让那癫婆给本宫瞧瞧。啊，是。肃王府这厢1个时辰后，沈星洛放下了笔。好了，第2本画本子正式完结。贺云亭抱起他，径直走向床榻。是吧？明天早上我来配封面。沈星洛在他怀里找了一个舒服的角度，闭上眼睛。贺云亭搂着他，怎么也睡不着，只因他的那句没有半分爱意，那是假的。翌日睡到自然醒的沈星洛抬眸看向书桌，只见俊美无双的贺云亭手持书卷端坐在书桌。王爷醒了，已经让人备好膳，起床洗漱吃饭。语罢，他将昨晚他写完的画本子拿到他跟前。星洛看看这封面可还满意？相当满意。得到妻子肯定回答，他一脸的喜色，当即放下画本子，蹲下高大的身躯，亲手为妻子穿上绣鞋后，牵着妻子的手去了膳厅。沈星洛刚用过膳，走到前院消食，贺婉婉便如他所料那般如期而至。皇嫂来活了，我又给你接了一单。我听王爷说熹贵妃和燕王都被人下了毒，而御医们全都束手无策，所以今天又是燕王让你来的吧？燕王昨天派人来肃王府求医，却被赶了出去。我知道皇嫂这是故意让我来当做中间商呢。若我说肃王只是纯粹的不舍得叫醒睡梦中的我，阁下该如何应对？行，你都出面了，我肯定得给你面子。我有孕在身，王爷不让我出门，他若诚心想治，你让燕王带着2万两银票来府上找我。伤口就是2万两，皇嫂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价格就是这么个价格，他爱治不治？他治，他说他被这毒折磨的生不如死，花多少钱都治。既然价格没问题，那皇嫂现在就到前厅给他会诊吧。他来找皇嫂治过一回病，知道流程，人现在在前厅等着呢。啊，他人这就已经等在我家了？不是，他急什么急？
西呀？人活着不就是为了等死吗？怎么这点觉悟都没有？刚出前厅，就听到沈星洛这句话的贺思成突然很难过。我满心满眼都是你，你却如此不在意我的死活。但很快便释怀了，因为他想到他的父皇年轻的时候也是这般热脸去贴纯贵妃的冷屁股的，父皇都这么干过，如今他这般也不丢人。皇嫂，我让他在府上等消息来着，但他说自己被毒折磨的不行，非要让我出面，直接带着他一起来，所以我就领着他来了。皇嫂，你就给他治一下吧，这次我可是问他要了2000两雪花银作为中介费呢，这钱我可不愿意退呀。贺婉婉话音刚落，就见贺思成走了出来。二皇兄，贺云提没理他。四皇兄是听见皇嫂方才说的那句人活着就是为了等死的话了？嗨，你也别往心里去，二皇嫂都说话向来随性又噎人，你如今有求于人家，就先迁就一下嘛。对啊，虽然我嘴上让你别着急，但人心隔肚皮，所以你也不能太当真。既然你火急火燎的来了，那就掏钱吧，你掏钱我会诊，你拿药，赶紧走。贺思成见他如此不愿和自己有过多的交际，他的心里又难受了。不过他转念一想，又很快释怀了，谁让自己长得远远不如苏王好看呢？等自己以后登基了，就给他绝世恩宠来弥补自己颜值上的丑。与此同时，一下人前来通传，王爷、王妃，府门口有一位自称是熹贵妃的心腹嬷嬷薛嬷嬷前来拜见王妃。沈星洛往前厅走去，来都来了，那就让他来吧。不一会儿，一个面露不善的老嬷嬷带着一个宫女进了前厅，依次按规矩行礼过后，贺思成让那薛嬷嬷去边上等着。你开的2万两我给，但你有把握解了本王这毒吗？虽然我还没有望闻问切，但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不成功，那肯定就是失败了。不过你也别怕，如果失败了，我退你1半的钱。贺思成震惊，他真的会治病吗？他贺婉婉生怕煮熟的鸭子被沈星洛给颠飞了。四皇兄，整个太医院都束手无策，你可不能放弃治疗啊！这不是还有1半的成功机会吗？来都来了，你好歹尝试一下，毕竟性命攸关呢。贺思成当即掏出银票拍在桌上，婉婉说的对，本王治。沈星洛对着他望闻问切一番后开了口，俗话说，上天为他关了一扇门，就会为他打开一扇窗。我在医学上天赋异禀，无师自通，你这症状我心中有数了。等我午休过后，就根据你的身体状况给你炼药配药。晚上过后呢，你派个人来苏王府拿药即可。你的意思是这毒你能解？理论上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人是活物，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谁也不能给你保证一定药到病除。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若六亲不认，那我也没办法呀。不过你也别怕啊，若是解毒失败了，就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到时候问题的关键是找出关键问题，即使失败那也不可怕，我再重新调整用药的配比即可。实在不行，我退你1半诊金。这他娘的，哪里是来死马当活马医的，这分明是铤而走险。行，本王按你说的治就是。本王来找你治过一回病，你的药的确有奇效。见贺思成这边谈成合作了，薛嬷嬷心中一横，也上前几步直奔主题。贵妃娘娘被奸人所害，中了剧毒，今天特派老奴前来请王妃到宫里啊，给娘娘瞧瞧。这些啊，都是贵妃娘娘的一点心意。说罢，薛嬷嬷将手中贵重礼品放到了桌上。到宫里会诊，那你得白跑一趟了，因为自打我怀孕之后，王爷不让我出府，王爷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我，而我自己也不太想出去，只想在自己家里好好的养胎。谁吃饱了没事干，花费心思害你个颠婆呀！王妃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您出生在医药世家，医者仁心，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还请王妃跟老奴进一趟宫啊！哼，道德绑架我？那你白绑了，因为我没有道德。况且我遇刺受惊吓之时，也没见贵妃娘娘让人送点东西来看看我。这会儿有事儿求我了，一个个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沈星洛这话一出，薛嬷嬷更是被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人情世故啊，你是一点也不打算参与。王妃若是嫌少，贵妃娘娘还可以多给。这人命关天，还请王妃到宫中去看看贵妃娘娘吧。还可以多给，是多给多少啊？若是皇嫂要5万两诊金，你会给吗？
这也太贵了吧！都坐到贵妃的宝座了，5万两都嫌贵。你们有没有反思自己为什么这么穷？这些年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争宠宫斗啊？他只问我要了2万两，却问熹贵妃要5万两，他对我如此手下留情，说明他不讨厌我。王妃，恕老奴多句嘴，为什么给燕王会诊您收2万两，到了贵妃娘娘这里您张口就是5万两？他们中的毒可都是一样的。那能一样吗？那燕王一是找了婉婉说好话，二是亲自登门求诊，你这一开口就让我去宫里会诊，我怀着身孕呢，怎么能受这个累？自打怀孕后啊，我连喝水都是王爷喂的，现在怎么可以长途跋涉跑到宫里去费这个劲儿呢？怎么我的命就不是命吗？你未出嫁前在娘家挨打都能受着，现在走几步就受不了了，不仅颠，还恃宠而骄到这种地步，让你走几步去宫里就多出3万两，咋的？你不生惊啊？薛嬷嬷深呼吸几口，敛起心中思绪。王妃，若是贵妃娘娘愿意出5万两，您是不是就会进宫会诊呢？不去，这个数字是婉婉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只是顺着婉婉的话展开聊几句而已。王爷这么多年深居简出，也没有女人，攒了不少钱，所以这钱我也不是非赚不可。眼下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将王爷的第一个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若是个男婴，以后王爷往府里抬一个人进来，我当天就杀一个，就是这么的母凭子贵。不是，皇嫂，5万两你都不去。皇嫂虽然琴棋书画样样丢人丢到家，但皇嫂单单凭借医术就能随随便便大富大贵啊！果然天生我材必有用。婉婉，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话就不能这么说了。虽然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我能不用就不用。行了，不和你们说了，我最近嗜睡得很，回房养胎了。言落，他转身离去。你颠成这样，生的孩子能有多正常？沈星洛离开后，贺思成也满心欢喜地离开了，只因他问他要的比熹贵妃少。贺婉婉一路小跑地追上沈星洛。皇嫂，人家都上门求财了，你为何不愿意进宫去给熹贵妃会诊呢？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良心没了，钱就可以赚得更多了。熹贵妃好不容易有求于我，我得吊着她赚更多啊！还是皇嫂高啊！行了，皇嫂好好养胎吧，我去写我的画本子去了。经过我这些天的不懈努力，中午就能写完第1本画本子啦。沈星洛这句话是搪塞贺婉婉的，他这般是和贺云亭在下一盘大棋。出师未捷的薛嬷嬷立刻回宫复命。芙蓉宫内，薛嬷嬷一字不落的将肃王府方才发生的事情讲给熹贵妃听。那天婆竟然颠成那样，而那肃王竟然迷恋她到这般令人发指的地步。食色性也，男人哪有不沉迷女色的？有一说一，那颠婆长得也的确绝色难求。娘娘，反正那颠婆让燕王的人晚上去肃王府拿药，若是他把燕王治好了，咱们明天一早再去一趟。若是他解了燕王的毒，你明天到本宫的司库里再拿些宝贝走一趟，到时候不管他提出什么要求都答应他，本宫要被这毒折磨死了。午膳过后，贺婉婉眉开眼笑的来找贺云亭。二皇兄，我的第1本画本子写完了，你快安排人拿到书肆拓印销售。沈星洛接过画本子，笔名二爷。不错不错，我果然不能和不三不四的人玩，只能和你这种很二的人玩。皇嫂，你就别打趣我了。二爷，你马上也要被万千女子所喜爱了。皇兄，你快点派人将我的画本子送到书肆呀！夕阳西下之时，贺婉婉再次兴高采烈地找到了沈星洛。皇嫂，你快出来！沈星洛推门而出。祖宗又怎么了？自从二皇兄派人把我写的画本子送到书肆之后，我就让我宫里的宫女去致远书肆等着买。方才我那宫女购买了1本你我的新书回来，她说自打书肆老板将大郎出新画
画本子的消息放出去后，很多的丫鬟宫女都去排队买呢。那书肆老板也是个上道的，在卖大郎新书的同时，也大力推销二爷的画本子。各丫鬟宫女一看封面和大郎一个题材类型，也开始争先恐后的买二爷的画本子呢。我那宫女还是自报家门，才各抢到一本大郎和二爷的画本子呢。想必书肆老板一收到画本子，就立刻安排全书肆的人去拓印装订了。堂堂亲王办事儿就是有力度，需求量这么大，接下来的日子有他们忙的了。我那宫女说呀，她买完回来的时候，好多丫鬟都在书肆里等着现印现装订。她还说看到了燕王妃和景王妃的心腹丫鬟也去了书肆呢。皇嫂都睡了一天了，反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你陪我到致远书肆门口看看那些热情高涨的排队买我书的人呗。哎，倒也不必如此。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自己赚钱，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干成的一件事儿。皇嫂，你就陪我去现场看看嘛。见贺婉婉如此激情澎湃，沈星洛看向贺云婷，王爷说你我都去那致远书肆，太过吸人眼球了。况且你现在扮演的是身体极度亏空的病娇王爷，我陪婉婉去看看就回来。贺云婷虽然不大情愿，但是最终也没有限制她的自由。天快黑了，看一会儿就回来。若隐幻影，除了你们2个，你们再派10个暗卫暗中跟着王妃。1刻钟后，致远书肆不引人注目的拐角处，贺婉婉看着自己的书如此畅销，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而与此同时，依旧易容的欧阳彻从人群中走向沈星洛。苏王妃，好久不见呀，还活着呢？有什么倒忙是我可以帮的吗？找你能做什么？自然是来找你买药了。好说好说，我这里有安乐死，你需要吗？如果你需要的话，只要2000两黄金就可以无痛去死，不要998，也不要999，只需2000两。我位高权重，寻死做什么？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上次说得很清楚了，你我立场不同，我不可能再卖药给你的，所以你今天又白跑一趟了。语罢，他突然想到贺云婷上次的猜测，于是决定验证一下。虽然我不能卖药给你，但我能卖个符给你。什么符？你相信光吗？不是卖符吗？你扯到光干什么？哎，怎么那么不招人待见呢你？我问啥你答啥。你相信光吗？相信。我也相信光，原来是同道中人啊。既如此，这个符卖给你。言落，沈星洛从腰间摸出了他画的喜羊羊，递给了欧阳彻。哎，这是什么鬼符？哎，你不要小瞧他啊，这羊可不得了，逢凶化吉第1名，灰太狼3000多击都吃不掉它，吉利得很。你拿它当做护身符准没错。哼，你猜我信几个字啊？回头啊，你可以用纯金打造一个喜羊羊挂件代替玉佩挂在腰间，与众不同，拉风得很。拉不拉风的不知道，我可能会拉稀。这符2000两雪花银，你买不买？好不容易见他一面的欧阳彻咬了咬牙，买，肯定买。如此光明正大的坑他钱，他都愿挨啊。俗话说，钱花哪儿心在哪儿。这厮竟然真的对我有了男女之情上的心思啊！那家里的醋坛子绝不会无动于衷的。见他不知在想什么，欧阳彻上前几步。我手里有很多能引起动荡的证据，这次你若还不把握机会，我就直接找肃王去合作。这次可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沈星洛往旁边挪了一步，和他拉开距离。那你快去，我支持你。哎，他明明疯疯癫癫的，看着不怎么聪明的样子呀，怎么就是不上钩呢？沈星洛，你最好再好好考虑一下，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否则我弄死你。语毕，他转身离去。晚膳过后，沈星洛去了浴房，沐浴过后，贺云婷轻车熟路的帮他擦拭头发。以后星洛出门，我必然同行。若隐和幻影向你汇报了。他此番秘密入京，原本是打算引起纷争，渔翁得利，可他现在竟然还想谋你。沈星洛搂着他的脖子。哎呀，他喜欢我是他的事儿，我只知道我喜欢的是王爷。等这几天景王倒台了，我就和这欧阳彻好好玩玩。好的，我相信王爷的实力。不过你们男人之间的决斗我就不参与了，因为我还挺喜欢看雄竞的。
星落惹的桃花就打算这么放任不管吗？我管了呀，我今天明确告诉他不许再来找我，否则就弄死他。该说的我都说了，他若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呢？王爷若也不想管，那就让他开着呗，开一段时间自己就谢了。我不喜欢桃花自己谢，我喜欢折断桃花。好的，那王爷就折。困了，我们快睡吧，明天熹贵妃肯定还得派人来。贺云亭轻叹一声，他的妻就爱宅在家里吃睡，已经够深居简出了，都这样了，他还能招惹到桃花？对方随随便便还都是皇室中的人，醋坛子打翻了他，褪去了他的小衣。哎呀，王爷，我说的我们快睡吧，可不是个动词啊。那就变成动词。此时沐浴过后的贺云亭衣襟大敞，胸肌腹肌暴露在空气中，面对如此性张力满满的男色，即使是已经享用过了很多次，但沈香洛的眼睛依旧是看直了。他轻声吻上了怀中美人的唇，贺云亭吻技很好，总是温柔舒服的让他想溺死在里面。不一会儿，他就被他吻成一汪春水。情事过后，沈香洛的柔软紧紧地贴上他健硕的胸膛。王爷，你我之外的人都是外人。语毕，他合上美眸，开启了睡眠模式。一脸情动艳足之后的贺云亭唇角疯狂上扬，他的妻只要开口半句话就能哄好，就是这么好哄。一日一早，受不了折磨的熹贵妃迫不及待地让薛嬷嬷去了肃王府。熹贵妃又招来了另一个心腹嬷嬷，并对着她耳语几句。另一个心腹嬷嬷也离开后，熹贵妃的眼神恶毒，竟敢对本宫下这么阴损的毒，那你们也尝尝这痛不欲生的滋味。薛嬷嬷在肃王府足足等了1个时辰，才见到沈仙洛。哎呀，王妃，老奴总算见到您了。又来让我进宫会诊，不去，怀孕之后我嗜睡得很。贵妃娘娘昨晚被那毒折磨的一晚上都睡不着，您就大发慈悲去看看吧。娘娘说了，要多少诊金您尽管说。我若是不去这一趟，你们是不是打算每天都来登门呢？薛嬷嬷用沉默代表回答。哎呀，烦死了，谁能受得了你们天天来啊？诊金10万两，你们能接受吗？能接受就去。薛嬷嬷赶紧掏出银票递给沈星洛。王妃，老奴来的时候只带了5万两，剩下的5万两等会儿诊过就给。沈星洛接过银票后，行，你等我一下啊，我回去准备一下就随你入宫。回到主院后，沈星洛先是小憩了一会儿，起床后他换了一身宽松的华裳，取了2包血带固定在腹部。当久等了的薛嬷嬷看到姗姗来迟的沈星洛时，立刻迎了上去。王妃哟，您可算来了，您让老奴好等啊。哎，进宫见贵妃娘娘怎能空着手？我方才让丫鬟去买了几样点心。神命关天的时候你又讲究人情世故了，大可不必的好吗？你现在能和老奴进宫了吗？走吧。他话音刚落，同行的贺云亭就将他横抱而起，向大门走去。这肃王真是接触女人少，错把颠婆当成宝。进宫后，沈星洛和贺云亭兵分2路。夫人出诊完了，就让宫女去御书房递个信儿，我到芙蓉宫门口接夫人。沈星洛甜甜地应了个声后，跟着薛嬷嬷往芙蓉宫走去。行至半路，沈星洛突然变了方向。我难得进宫，应该先到皇后娘娘那里说一声，不然皇后娘娘会不高兴的。贵妃娘娘这毒不致命，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到皇后宫里说明来意后，皇后对着沈星洛道：星洛不爱交际本宫有好久没看见星洛了。本宫作为一宫之主理应去看看熹贵妃。走吧，本宫与你一起去芙蓉宫瞧瞧。沈星洛欣然答应，因为他精心策划了一场大戏，需要目击证人，而皇后这个目击证人能将效果最大化。到了熹贵妃的宫殿，刚好看到下人在摆菜，因为他本来就是踩着饭点来的嘛。沈星洛言笑晏晏的到餐桌前坐了下来。母后不来一起吃点吗？本宫用膳早，在星洛来之前用过午膳了。哦，沈星洛应了一声，对着熹贵妃莞尔一笑。谢谢贵妃娘娘盛情款待。等了整整1个上午的熹贵妃垮了个屁脸，心里更是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还不等熹贵妃开口，沈星洛已经自顾自的大快朵颐起来。熹贵妃
妃直接无了个大语，她就不明白了，这样的女子是怎样让苏王迷恋的。沈星洛吃饱喝足后，我来之前特意让我的丫头到街上的点心铺子里为贵妃娘娘买了点心。贵妃娘娘常年在深宫中，尝一下坊间充满烟火气的点心也是极好的。语罢，他把刘云在街边小铺买的卖相最难看的点心推给了熹贵妃，主打一个给她添堵，让她闹心。等你一上午，你就给我带点吃。听闻贵妃娘娘中了毒，我这就为娘娘号脉。语毕，沈星洛一把拉过熹贵妃的手腕，开始号脉。吃饱喝足了才想起本宫身体不适，说这都是个急性要命的，本宫等不到你来出诊就死宫里了。脉象沉浮不定，有出无入，如锅中水沸，绝而无根，时出时灭。贵妃娘娘是得罪了宫里的其他哪位娘娘吗？中的这毒可真够阴损的，因为这毒在体内的时间久了，会长出很多褐色的斑来。贵妃娘娘是不是手足心发热，睡着以后多梦盗汗？这是阴虚，介于你的身体状况和燕王的身体状况有所不同，所以我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重新炼药配药，解药大概有时能好。我先为娘娘针灸一下，护住心脉，延缓扩散。言落，他从刘英手中接过小药箱，便开始寻穴施针。沈星洛故意扎在痛感比较强烈的穴位上，并扎入的特别深。熹贵妃吃痛不已，抬手用力一挥，轻一点，你扎疼本宫了。只见沈星洛摇摇晃晃地磕到了一旁的桌角上，腹部藏着的血包瞬间就爆裂，霎时间鲜血如注，瞬间染红了他的素白衣裳。我的孩子没了，我的孩子没了，贵妃娘娘杀了我的孩子，我说我不来，娘娘非让我来。刘云嚎啕大哭地跑到沈星洛面前跪下。小姐流了这么多血，您和苏王殿下的孩子多半是保不住了。苏王殿下可是连着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呀。事情发生的太快，这刚回过神的皇后心里乐开了花了。传御医，快传御医！星洛，本宫先扶你起来。母后，我孩子没了，我不想活了。皇后听到他说不想活了，心跳都漏了一拍。他可不能死啊，他死了太子咋办呢？星洛莫要这样想，母后已经派人传御医了，孩子说不定还能保住。我自己就是医者，生孩子十有八九保不住了。王爷今天陪我一起来的，他在父皇的御书房等我。母后，我想见王爷，我想让王爷带我回家。好，星洛别想不开啊，母后这就亲自去御书房喊肃王。言落，皇后步履匆匆地向外走去。出了芙蓉宫，皇后让随行的2名心腹宫女将熹贵妃害肃王妃流产一事快速传遍皇宫。那2名宫女即刻脚下生风地去执行。缓过神来的熹贵妃被这突发的事件吓得花容失色。贺云亭是跑着来的，看着趴在血泊中的沈星洛，贺云亭将沈星洛抱在怀中。熹贵妃，若本王的孩子没了，你一定得血债血偿。随后而到的皇帝一个脑袋10个大，见皇帝脸色阴沉，熹贵妃梨花带雨地跪到皇帝面前。陛下，是肃王妃为臣妾针灸的时候插疼了臣妾，臣妾一时吃痛才推了肃王妃一把，岂料她自己不小心撞上了桌角，这才请陛下明鉴，臣妾不是故意的，臣妾真的不是故意的。熹贵妃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星洛她自己不小心。贵妃娘娘，是你2次派人到肃王府让我来出诊，我来给你治病，你却杀我孩子，还说这一切是我自己不小心。王爷，我们的孩子没了，我清楚地感觉到孩子从我的肚子里化为血水流走了。与此同时，一大群太医蜂拥而至，依次行过礼后，太医院院判上前为沈星洛号脉，号过脉后，那院判伏跪于地。陛下，肃王妃这孩子已经没了。熹贵妃闻言，她瞬间面如金纸。陛下，此事真的是臣妾无意之举，臣妾遭人暗算，被人下了毒，请遍了太医院里的太医都解不了这毒，所以臣妾才会请肃王妃来给臣妾解毒。眼下既然臣妾失手推了肃王妃，导致她没了孩子，臣妾愿意拼尽全力去弥补肃王妃，只求陛下能对臣妾及臣妾的母族网开一面。对你网开一面，那谁又对本王的孩子网开一面？熹贵妃，你杀了本
王的孩子，本王绝不会善罢甘休。我就应该听王爷的话，足不出户好好养胎的。是我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是我对不起我们的孩子。王爷，我也不想活了。星罗别哭，也莫要说这样的话。流产本来对女子的身体伤害就极大，所以你莫要再过度悲伤。先让太医给你开个药方调理一下。不必了，我自幼丧母，活得如履薄冰，深知没娘的孩子像根草，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到了地府没人照顾，所以就让我随孩子去了吧。王爷，我是真的不想活了。星罗莫要这样，我没了星罗一天都活不下去。乖，咱们先回家好好吃药，养好身子。星罗放心，咱们的孩子不会就这么死了的。府上的府医也是个医术高超的，我这就抱星罗回家。言落，贺云婷抱着浑身是血的沈星洛离开。哎呀，你怎么也哭上了？哎呀，你快别演了，你演技好的我都有点接不住了。贺云婷刚走到门口，就与匆匆而来的贺婉婉打了个照面。当贺婉婉看到沈星洛那素白的衣衫被鲜血染红之时，皇嫂，孩子是没保住吗？我的小人真的没了吗？孩子没了，我也不想活了。看到此时此刻悲痛欲绝、死气沉沉的沈星洛，贺婉婉直接愤怒到了极点。熹贵妃，二皇嫂哪里得罪你了？你竟然对她的孩子下手！二皇嫂不就是让你派人上门请了2次吗？你至于对着一个未出生的婴孩下手吗？皇嫂癫成这样，说不定生出来的孩子也是个癫的。你竟然为了帮景王谋划，连一个小孩都容不下！你贵为一国贵妃，如此丧尽天良，实在是德不配位。嘿，听我说谢谢你。父王，没人和儿臣玩，儿臣最近天天都去肃王府找二皇嫂，儿臣能证明是熹贵妃派人缠着二皇嫂进宫会诊的。二皇嫂没招惹任何人，却遭了这种罪，还请父皇为二皇嫂讨回公道。陛下，今日之事真的不是臣妾有意为之，臣妾请肃王妃前来，真的只是想让肃王妃帮臣妾治病解毒啊！臣妾怎么可能傻到在自己的寝宫害得肃王妃流产呢？熹贵妃中了毒，大可请太医来看。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你都杀了二皇嫂的孩子。熹贵妃杀了人，脸上不仅没有一点后悔痛心的神色，反而一门心思的为自己辩解脱罪。不知是熹贵妃这些年杀人如麻惯了，还是熹贵妃原本就是铁石心肠的人。听到这里，贺云婷抱着沈星洛继续往宫外走去。贺婉婉的指控气得熹贵妃牙根痒痒。熹贵妃失德，即刻停凤。自即日起，没有朕的允许，不得踏出芙蓉宫一步，并随时听从后续发落。熹贵妃刚想再度开口，却被皇帝无情踹开。唐继花，在朕还在东宫做太子时，你就跟着朕。这么多年来，你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阿杂事，别以为朕一点都不知道。是肃王多年的浴血沙场，方有今日和亲海宴。他对社稷有功，对百姓有恩，他更是朕的儿子。近2年你们几方蠢蠢欲动，肃王中毒一事，朕并不是没有查到幕后之人。大人之间的争斗，何必让孩子做牺牲品？后宫之中埋葬了多少孩子，朕心中有数。朕最痛恨的就是对质子痛下杀手之人。语罢，皇帝迈着四方步离开了。随着皇帝的离开，众人也纷纷离去。面如死灰的熹贵妃跪坐在地上，她知道今日之事会有无数人趁机对她和她的母族落井下石。经此一事，皇帝必然会对她的母族出手。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贺婉婉带着芙蓉宫的瓷器茶盏摔碎一通。熹贵妃，你以后最好只在中午出门，因为你早晚死在路上。哼！语毕，贺婉婉头也不回地走了。看着芙蓉宫被贺婉婉摔砸得一地狼藉，熹贵妃的胸口气得生疼。这厢回到主院，夫妻2人进了白玉池，替妻子洗净身子后，贺云婷将她抱到床上。沐浴完毕的沈星洛合上了美眸，待他睡着，贺云婷推门而出，并召集所有隐卫去了他的书房。书房内，若隐、幻影2个人和50个暗卫仆跪于地。王爷，景王活到头了。贺云婷说完这句话之后，给隐卫团每个人布置任务。隐卫团的每个人领命过后，即刻脚下生风的去执行。贺云婷重新回到寝殿内，脱衣上榻，并将妻子搂在怀中。
熹贵妃杀出一条血路，坐到贵妃的宝座，也不是个坐以待毙的。所以众人离开之后，他立刻派心腹嬷嬷传信给母族，让他们组织同一阵营的官员赶紧做好应对之策，以求尽可能的力挽黄兰。同时他还派了个宫女去将贺婉婉请来。贺婉婉刚踏入芙蓉宫，熹贵妃便笑脸相迎的迎了上来。婉婉方才说的对，无论如何，本宫已经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大祸，本宫应该尽可能的去弥补，而不是只急着去解释。你和肃王妃走得近，你帮本宫送些东西到肃王府以示赔偿。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我不去，你自己安排工人或者娘家人去送吧。肃王妃没了孩子，肃王也正在气头上，除了婉婉，其他人不管是谁去，估计都要被毒打一顿，并将送去的东西扔出来。好，婉婉，你就帮帮本宫吧，这3000两银票是本宫给婉婉跑这一趟的辛苦费。二皇兄不是个缺钱的，你这次准备都让我送些什么过去？若是太寒酸的话，你就自己留着吧。本宫造成了这么不可挽回的局面，怎么会出手寒酸呢？本宫这次将自己的私库全部赔给肃王妃。贺婉婉接过熹贵妃塞给自己的银票，行，我只管把东西送过去，到时候皇嫂收不收，还得看皇嫂自己的意思。熹贵妃又将自己手腕上水头特别好的玉镯撸了下来，塞给贺婉婉。若是肃王妃不收，还希望婉婉到时候替本宫说几句好话。等景王府库存被盗一案水落石出后，本宫到时候一定再拿出景王府库房的2/3赔给他。行吧，看在你还有点诚心的份上，我就替你美言几句。婉婉啊，你和肃王妃走得近，本宫这次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赔给他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稍微原谅本宫一些，并到陛下那里说本宫此次真的只是无意导致他流产的，请陛下从轻发落？这个可不好说，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也别太担心，反正不是这种可能就是那种可能。行了，我这就带着东西去趟肃王府，你在这儿等我的好消息吧。好，婉婉啊，本宫听闻燕王毒发后第一次派人去肃王府求诊，却被撵了出来，第2天是你领着燕王上门，肃王妃才出手给燕王解了毒，所以待会儿肃王妃如果脾气很大，死活不肯收本宫送的东西，还请婉婉多费些功夫替本宫劝导几句。肃王妃若是嫌少，等库房盗窃一案真相大白之后，本宫还能做主将唐国公唐家的一半库房补偿给他。语罢，熹贵妃又取下戴在发髻上的金簪和步摇，递给了贺婉婉。贺婉婉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行，你的这些话呢，我会尽数给你转达的。若是二皇嫂不收你的东西，我也会替你美言几句的。熹贵妃一边说着好话，一边将贺婉婉送到芙蓉宫门口。待贺婉婉走后，熹贵妃一个转身，屈辱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堂堂国之贵妃，竟然要低三下四到这种程度。她在心中暗暗发誓，待景王登基之后，她一定要把那些羞辱她的人千刀万剐。话分两头，这厢太子匆匆赶到了娇兰宫。母后，儿臣听说那肃王妃一心想寻死。女子流产呀，都会有这种寻死觅活的念头。本宫看肃王离了那颠婆啊，一天都活不下去了，肯定会好言好语的哄着她，安抚好她。不过那肃王妃没了孩子，肯定一肚子怒气。她若不给你提供心头血了，谁也奈何不了她。你即刻回东宫带些贵重礼品和珍稀药材，到肃王府亲自去探望一下她。母后呢，也准备派心腹嬷嬷带些奇珍异宝送到肃王府。礼多人不怪，咱们目前最重要的是稳住肃王妃，让她继续提供心头血给咱们。你到肃王府啊，送完礼之后去一趟舅家。母后刚才给你舅舅递去消息，让你舅舅联合太子党的人给景王来个致命一击。儿臣这就按母后的意思办。那景王前些日子买凶杀我，这次就新仇旧账一起算。蔷薇宫这边，妍妃也紧锣密鼓地张罗着。现在是扳倒景王的绝佳时机，本宫方才已经给燕王党的几个管理者递去消息了，你待会儿与他们碰个面商量一下，明日早朝之上如何狠狠地参景王一本。贺思成应下之后，小心翼翼地开了口：母妃，儿臣有一事，不知当不当讲。不当讲，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赶紧走。可是儿臣若不讲出来呢？
难受啊。母妃，那肃王妃流产了，遭了大罪，你也聊表心意，从司库里拿点贵重物品去送给她，反正她以后也是您的大儿媳。蠢货，你是生怕天下人不知道你觊觎肃王的妻吗？哎呀，反正早晚要知道。傻人有傻福，但傻逼没有，早晚把你毒哑了。你只用做好本宫交代给你的那些事即可。现在你立刻给本宫滚！这厢沈心洛正做着美梦呢，被守在殿外的刘云的敲门声给吵醒。小姐，永乐公主带着一众宫人在前厅等着呢，说是来帮熹贵妃送东西。你把王婉领到她平时写花本子的别院去，让她干她喜欢的事情。快走快走，只要我睡得快，我的修仙梦就还能续上。小姐，永乐公主一前一后到的，还有太子殿下。让她等，我都流产了，她等上1个时辰算什么啊？小姐为回到前厅的刘云和太子解释道：太子殿下有所不知，王妃她从宫里回到府上后，就悲痛欲绝的哭个不停。王爷千方百计的刚将王妃哄睡着，所以不许任何人打扰。太子殿下若是有什么话需要奴婢转达的，尽管告诉。刘云话还没说完，就见门房领着大内总管曹公公和皇后的心腹嬷嬷来了前厅。肃王妃流产遭了大罪，陛下特命杂家将给肃王妃的一众御赐品送到府上，以示安抚。肃王妃流产遭罪一事，皇后娘娘也很是心疼，所以特派老奴给肃王妃送些东西。奴婢这就去请王爷王妃。刘云一路跑到主院。小姐，陛下派大内总管亲自登门来送东西了。沈心洛不情不愿地起了床，见他一脸的不开心，贺云婷放下手中的书卷，走向床榻。心洛也可以不起的，我去前厅应付几句即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天子的面子还是得给爹。推门而出，夫妻二人往前厅走去。踏进前厅，贺云婷直接问贺婉婉熹贵妃宫里的工人来了几个。贺婉婉指了指，你们还不赶紧上前来！那几人小心翼翼地将价值不菲的红珊瑚放在地上后跑上前去。贺云婷乌云密布，一身杀气。回去告诉熹妃，本王不要她送来的这堆垃圾，本王想要的是她的命。前厅内的众人瑟瑟发抖，见肃王阴着个脸，周身也是煞气逼人。曹公公和皇后派来的老嬷嬷让人将带来的一大堆金银财帛和奇珍异宝献给肃王后，以回去复命为由，匆匆地离开了肃王府。太子见那肃王一副随时要杀人的模样，也让下人放下礼品后离开了。贺婉婉见熹贵妃宫里的几个工人还不走，上前就是几脚。还不快滚！是准备在这里吃晚饭吗？熹贵妃宫里的人傻眼了，这贵妃娘娘不是让她帮着说几句好话的吗？结果她只是收了东西，半句话都不帮说啊！见贺婉婉的脚立马又要踹上来了，那几个工人连滚带爬的跑出了肃王府。闲杂人等都离开后，贺婉婉上前挽住沈心洛的胳膊。皇嫂，熹贵妃让我带着她司库里的全部宝贝来求你放她一马。这银票和玉镯、金簪、步摇是她给我的辛苦费，我这就都给皇嫂。我可是只帮皇嫂收财物，一句话都不会帮她说的。皇嫂，既然事已至此，她送来的这些东西你该收就收。皇嫂受了这么大的罪，这是你应得的。知道皇嫂心情不好，我就不多说了。等你过几天心情好些了再找你聊，我去写新的画本子去了。言落，他脚下生风的跑开了。沈心洛瞥了一眼满厅的贵重物品后，回了主院，关上殿门。贺云婷道：熹贵妃已将她的司库尽数送来，景王党所有人的财富都在心洛手里了，接下来就是让他们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沈心洛勾上他的脖子，他们对王爷投毒在先，刺杀在后，活该落得如此下场。我嘛，五行缺德，谁惹谁得被千夫所指。另一边，熹贵妃宫里的下人将方才肃王府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禀告给熹贵妃后，熹贵妃咣一声气晕过去了。晚膳过后，京都炸锅了，关于熹贵妃害死肃王妃孩子的流言蜚语满天飞。熹贵妃的母族先是到宫门口求见皇帝，但是皇帝不见，再是到肃王府门口
口，负荆请罪，肃王也不见。翌日早朝，已经很久没有上早朝的贺云亭出现在了金銮殿，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景王对他投毒并买凶杀他的证据和证人尽数呈上。太子也于早朝之上将前段时间景王雇杀手刺杀他一事的证据呈上，而燕王党也借此机会就一些不大不小的事儿狠狠地参了景王一本，铁证如山。这些事又是在早朝上炸响，那么多双眼睛盯着，皇帝怒火中烧，当即贬景王为庶人，并褫夺熹贵妃封号，将其打入冷宫。贺云亭从皇宫出来后，直奔景王府。他一路喝退了景王府的下人。由于贺云亭身高9尺有余，所以他此时俯视着景王，那目光就像是打量着一个死人。堂堂亲王不上阵杀敌，护一方百姓，每天只苦心钻研着怎么在人后放冷箭，真是令人不齿。贺怀安，你早就该死在本王的刀下的，只是因为本王的妻想玩死你，你才有幸活到今天。语毕，他手起刀落，贺怀安人头落地。贺怀安滚落在地上的人头，怒目圆睁，死不瞑目。肃王擦拭掉斩魂刀上的血迹后，拎着贺怀安的人头进宫。肃王行至皇宫门口，就与从宫里出来的燕王不期而遇。当燕王看到杀气腾腾的贺云亭以及他手中那还在滴着血的项上人头时，前所未有的恐惧瞬间席卷全身。你竟然就这么杀了景王？不，杀了贺怀安！惹本王不快者，对本王的妻子心思不纯者，都该死。燕王闻言瞬间瘫软在地。贺云亭淡淡的瞥了一眼贺思成后进了宫门。一路上所有宫人均伏跪于地，大气都不敢出。行至熹贵妃所在的冷宫门口，肃王一脚踹开殿门，滚出去！宫人连滚带爬的跑得极快。肃王将贺怀安的项上人头扔到了熹贵妃的脚下。熹贵妃先是怔愣一瞬，随即发出了绝望的悲鸣，撕心裂肺般的哭喊声响彻冷宫。熹贵妃，哦不，你已被褫夺了封号。唐景化，这是你和景王，哦不，和贺怀安以及贺怀安一党这些年对本王背后放冷箭的后果。只因本王战功赫赫，你们就处心积虑的想除掉本王。太子的身体与常人无异之后，你们又迫不及待的买凶杀他。你们居庙堂之高，不仅不忧国忧民，还贪没军饷，让无数兵将在战死沙场时还饿着肚子。京都那些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在行刑前尚且吃饱喝足，而为国战死的无数兵将，在临死前竟是食不果腹，多么令人寒心。语罢，他勾唇冷笑，最后说一句，本王并没有死孩子，而你却死了儿子。言落，肃王扬长而去。承受不住打击的他状若癫狂的大喊大叫。肃王从冷宫出来后，直接去了御书房。肃王，朕都将他贬为庶人了，为何还要赶尽杀绝？父皇，我和他之间究竟是谁在赶尽杀绝？三弟他对我投毒在先，买凶杀人在后，他的生母连我的孩子都不放过，父皇却说我赶尽杀绝。与此同时，太子匆匆而来。父皇，二皇帝他刚刚没了孩子，和您一样也承受着丧子之痛，您尚且这般怒不可遏，二皇帝的心中又何尝没有怒火？况且三皇帝他死有余辜。皇帝闻言，脑海里浮现出沈心洛那浑身是血一心求死的模样。他这个儿子自作孽不可活，肃王那个孩子可是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受害者。最后，皇帝并未对肃王做出任何的处罚，肃王斩首贺怀安一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出了御书房，太子刚就想肃王没了孩子一事宽慰几句，因为再过几日又到了沈心洛给他提供心头血的日子了。却见肃王像是没看见他这号人物一般，迈着四方步，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我可真贱，竟然又主动打算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肃王刚到王府门口，便看见自己的妻在等自己，他3步并作2步上前拥她入怀。心洛，这一声有着说不清的沙哑和伤心。王爷，我们回家。贺云亭快速调整情绪，然后牵着他素白的小手回了主院。关上房门，沈心洛问：一切可还顺利？一切皆在计划之中。沈心洛坐在他的怀中，嗯了一声，等着他的下文，但他却没有下文。见他不愿提，沈心洛也不打破砂锅问到底，
只是一言不发地紧紧搂着她。良久之后，沈星洛樱桃唇微张，贺云婷，不要内耗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我爱着你。他没有逾矩的去说皇帝的不好，也没有长篇大论的去开导宽慰他，偏偏就是这样简短的一句和柔情似水的陪伴，直击贺云婷的灵魂深处和内心深处。肃王随即红了眼尾，他将俊颜埋在沈星洛的胸前，搂着令他欲罢不能的娇躯，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眷恋和依赖。星洛，我爱你，比你爱我更爱。星洛睡醒了吗？怎么可能睡醒了？从不早起的我，纯属为了感动你而早起一回。贺云婷无奈轻笑，抱着妻子走向床榻，轻柔地将她放在软榻上，他俯身吻上她的粉唇。星洛，此生如若不是你，何愁青丝配彩衣？唇舌交融间，二人从对方的口中截取了甘甜和纯美。良久之后，他稍稍退出，睡吧。语罢，他温热的手掌一下又一下地顺着妻子纤薄的背脊将其哄睡。话分两头，燕王回到燕王府坐立不安，总觉得肃王在宫门口对他说的那句话是在点他，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进了宫。当妍妃看到匆匆而来的燕王时，立刻决定先发制人。什么都别说，立刻给本宫滚出去！以后本宫若是没派人传你过来，咱们两个就做最熟悉的陌生人，你就当没有本宫这个娘啊！所以母爱也是会消失的吗？儿臣此番前来是有一好消息要告诉母妃。本宫不听，你快滚回你的燕王府去！母妃，儿臣现在已经息了对萧王妃的心思，儿臣怕自己还没弄死萧王，就被萧王那疯批发现自己觊觎他的妻，并冲到燕王府一刀砍了儿臣的脑袋。自己的爱而不得固然可怕，但兄弟的身首异处更令人胆寒呐。按理说，现在这个结果是妍妃非常愿意看到的，但是现在的她并没有很开心，大抵是既希望儿子因贺淮安人头落地一事知难而退，又不愿看到儿子怂成这样。暮色四合之时，影卫给贺云婷汇报了两件事，一件事唐景化一头撞死在了冷宫内，另一件事唐景化中毒一事的幕后黑手是燕王党。贺云婷眸里凝冰结霜，眼苦柔计的果然是燕王，又一个觊觎自己妻子的人。沐浴过后，贺云婷一如既往的帮妻子擦着头发。唐景化中的毒是妍妃下的，果然人不狠站不稳，这妍妃为了嫁祸太子，竟然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服了同样的毒。我可不这么认为。沈星洛仔细品了品他的话，王爷的意思是那燕王以身入局是因为喜欢我？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口味都这么重了吗？不仅喜欢颠的，还喜欢人妻，原来变态不止我一个呀。贺云婷一阵无语。对了，那欧阳彻最近有什么动向？星洛很关心他，他转身与他四目交投。那燕王给他下了蛊，而我卖给他的药也撑不了多少天就服用完了。你上次说将西陵太子秘密易容入京，并和燕王搭线密谋一事透露给了太子，太子必然有所行动。那么他们之间的博弈进行到哪种程度了？我不是关心他，我是想看看能不能借他的手砍掉燕王这桃花。你堂堂亲王，就算理由充分，也不能连割两个亲王的头啊。那景王两次对你下死手，你亲自了结他也就算了，这燕王和太子虽然以前也阴过你，但你若都亲自将他们砍了，岂不是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更僵吗？你难不成还要亲自杀光这几个兄弟啊？最好还是让他们斗，咱们看戏敛财多好呀。星洛说的对，我安排人将西陵太子秘密入境的消息透露给太子后，太子就开始频繁约见欧阳彻。但那欧阳彻也是个狡猾的，不仅与太子会面，还主动给贺淮安递消息，试图把水搅得浑不见底，好趁机摸条大鱼。现在贺淮安死了，他估计会和太子联手对付燕王，我们暂且一边观察，一边按计划推波助澜即可。这几天睡够了，明天和婉婉一起写画本子去。星洛，我们要个孩子吧。还是那句话，没有儿孙我享福，我现在身在福中，很知福。贺云婷一言不发，骨节分明的手指解开亵衣衣带，并褪去了上衣。好，又送上门了。沈星洛会意，饶有兴味的等着贺云婷的下吻。果然，他附上她的唇，深吻起来。夫妻二人一次次、一遍遍的确认和传递着那属于彼此的特有气息。渐渐的，贺云婷不再只流连在他的樱桃唇上，而是一路吻了下去。
下文不错，意乱情迷。由于昨天晚上解锁了几个关于房中之术的新篇章，所以第二天沈星洛不出意外的又睡到了午膳时间。午膳过后，沈星洛到了书房，只见贺婉婉正精神抖擞的奋笔疾书。不是，你都不午休了吗？这么上头吗？皇嫂，你是不知道我的画本子卖的有多火爆，二爷我现在都被万千女子喜欢着呢。我不仅超级有成就感，还干劲十足呢。好消息，你不仅被很多人夸赞喜欢，你还赚了很多钱。那这是你的稿费，书司那边今天早上送到府上的。啊，3万两，这么多呀！你很幸运遇到我这么良心的合作伙伴，本来打算将稿费分你6成的，但看在你忽悠气晕唐景化一事上，分了你7成。无论什么时候，我肯定坚定不移的站在皇嫂这边。昨天得知他抱着贺怀安的人头撞死在冷宫后，我高兴的还专程跑到他的尸体前高歌一曲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朝代的水土有点意思啊，养出这么多卧龙凤雏。在沈星洛心中感慨之时，贺婉婉一个熊抱抱住了他。皇嫂，你竟然给我7成，我真的是太皇嫂了。倒也不用爱，你爱逛爱消费，别的女子都是白月光，而你是白月光，都这么大了，还啃你母妃的老不说，也没个男人3句话为你花8万，属实也挺不容易的。贺婉婉一时语塞，好，感动走了。我今天来找你呢，是打算再给你讲几个画本子题材，顺便开始写我的第3个画本子。那可太好了，我的第2本画本子今天就结局了，刚好也马上可以开始写第3本。沈星洛故技重施，又开始了半炷香给他讲完一整个完整故事的节奏。讲了几个不同题材的故事后，两人提笔各写各的。夕阳西下之时，贺婉婉放下笔，七夕街新开了一家酒楼，名为悦来楼，听说味道不错，生意火爆的很呢。皇嫂待我这么好，我请皇嫂去悦来楼吃一顿，这是我的一片心意，皇嫂可莫要推辞。王爷说以后我出门他得同行，这次出门可得带上他了。那是自然，皇兄他也是帮了不少忙呢。皇嫂，你知道那个红衣丑东西是什么来头啊？我觉得他很喜欢皇嫂呢。我觉得吧，你最好别觉得。贺婉婉闭嘴，他若不想聊，能一句话噎死人。一行人在悦来楼吃得正尽兴，门却戛然而开，欧阳彻迈着4方步走向贺云亭。肃王还真是难请啊，我几次派人递消息给肃王，都如石沉大海。趁本王对你没动杀心之前滚出去。欧阳彻置若罔闻，并坐到了肃王的对面。肃王不妨听我说几句，再决定要不要和我合作。还未等到贺云亭开口，沈星洛抢先一步。第一，我夫君他是不会与你合作的，所以你不必浪费口舌了。第二，趁早泄了对我那不该有的心思，因为你值得更好的，而不是我这种最好的。欧阳彻当场愣住。你怎么就这么水灵灵的给说出来了？我不要面子的吗？贺云亭醋意消了，他就是这么好哄。哎呀，你是不是在我们夫妻俩这里屡屡碰壁，诸事不顺呢？莫慌，正常现象。任何人在我们这里都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完的坎儿。所以呢，你以后莫要再来找我们，因为你和我们聊天会收获很多负面情绪。欧阳彻揭下脸上的人皮面具，看向沈星洛。乾坤未定，这花最后不一定落在谁家呢？此言一出，贺云亭周身气息顺冷。你我本无缘，全靠你给钱，所以即使我不是专家，但我也由衷的给你个建议，我建议你趁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请神容易送神难，是燕王几次发密函请孤来的，孤怎会轻易的就回去了？孤不但暂且不回去，还马上就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是燕王太过热情，而孤来这里纯粹只是盛情难却罢了。语罢，他起身离去。直到欧阳彻离去，看呆了的贺婉婉才回过神来。皇嫂，他方才自称孤，他是哪国的太子啊？西陵。皇嫂，你在外人面前颠成那样，都能让西陵太子坠入爱河啊？是西陵人的口味可挺重啊！皇兄，一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够好，才让西陵太子喜欢上了皇嫂。刚从悦来楼出来，就与准备来这里吃饭的燕王打了个照面。沈星洛突然就想验证一下贺云亭的
猜测。晚上好啊，不好也行，随便你。我主动开口就是想问你一下，你最近有什么病是我能治的吗？我这次给你算便宜点。贺思成瞥了一眼他身后的素王，瞬间感觉脖子处凉飕飕的。二皇兄，二皇嫂，燕王妃还在府上等我吃饭了，我先行一步。语罢，他扭头就跑，那慌不择路的样子，活像是黑白无常在身后追着他。沈心洛觉得这就很难评了。这个怕被割头，刚才那个却不怕。上了马车，纤细的皓腕被贺云亭握住，他便跌入了再熟悉不过的怀抱。好心洛，欧阳彻没我会疼人。他目测也就185的样子，也没王爷的身材带感啊。他闻言，继而低头附上了他的唇，又急又气，直到两人口中的氧气全无，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唇。心洛以后不要和他对视，我怕自己会忍不住杀了他。他体内的蛊没了，你们下次见面可以一决高下。因为我还蛮喜欢看雄竞的，我也挺想看看他这个孤勇者能和战神王爷过几招。贺云亭无奈轻笑，他敢带着几个心腹秘密入境，也敢单枪匹马来找你，大抵是个有能耐的。也好，有这么个备胎虎视眈眈，我可以在王爷面前更蹬鼻子上脸些，这叫有竞争才可以肆无忌惮。况且他那俊美如妖的颜值也蛮赏心悦目的。贺云亭周身立即杀气四溢，但又舍不得怪他一句，只是惩罚性的捏了捏他腰间的痒痒肉。可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才惹得心洛故意说出这样的话来让我难受。哎，你别着急，是我说错了。看你这有什么呀，急得筋都爆出来了，还急了一身汗。我的妻谁都抢不走，他没有那个艳福。哼，王爷，你是我的，他斗不过你，因为你有我。燕王引狼入室，还使阴招给他下了蛊，他不出气怎会离开呢？欧阳彻赶来我国京都，说明他有后手，他是燕王发函邀请过来的人，若是死在了王爷手里，可就会被燕王反咬一口了。咱们可不要惹得一身骚。我知道王爷的人一直在密切监视欧阳彻，他若做出危害我国、危害百姓的事情，王爷一定会出手。既然王爷最近并没有任何动作，就说明那欧阳彻暂时没有任何异动。既如此，我们就看着玩火的人如何自焚就好了。王爷，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因为我而乱了心绪。言落，他柔软的唇在他性感的唇上印上一吻，他的解释和香吻让他心中的郁气烟消云散。翌日一早，沈星洛被敲门声吵醒。小姐，皇后和妍妃中毒了，太子和燕王都来请您出诊看看呢。专门来看我？看来他们又是中了太医解不了的毒了。贺淮安才刚倒台，太子和燕王两方就这么迫不及待开始互啄了。他们这次是不是又有一方演了苦肉计？也有可能是唐景化。哎呀，宫斗权谋真可怕，每天睁眼怕别人惦记，闭眼怕别人祭奠的，不得安生的很。还是听星洛的，看他们都有意思。那欧阳彻昨天说约过王爷很多次，但都无回信。西陵曾经主动侵略过我国，立场不同，我绝对不会和敌国有任何合作。有人说要喜欢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而不是因为他对你很好就喜欢他。我慧眼识珠，喜欢的人不仅本身就很好，而且对我也很好。星洛，这是我听过最美的话。见他又被自己吊成翘嘴，沈星洛言笑晏晏。走吧，去前厅看看他们双方带了多少诊金过来。刚跨过门槛，太子和燕王都一脸急切地起了身。弟妹快去看看母后。皇嫂，快去看看母妃。好说好说，你们双方各自都带了多少诊金过来？太子瞥了一眼随从，随从立即将带过来贵重的礼品奉上。弟妹，这是姑的一些心意，除此之外还有2万两银票作为诊金。燕王也赶紧让随从将带过来的贵重礼品交给苏王府的下人。皇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除此之外我还带了1万两银票作为诊金。燕王啊，堂堂亲王怎么出手如此小气啊？我听闻不少富商豪绅到青楼里点一个头牌都1掷千金，你给亲娘看病怎么就出这么点钱？你们是不是关系不太好呀？燕王府开销极大，而且我这不是被父皇罚俸5年吗？有些囊中羞涩。此言差矣，你不是因贪墨赈灾款导致无数百姓死于饥饿才被父皇罚俸5年吗？不是，你贪了那么多赈灾款都舍不得花钱给你母妃治病？别说了，我也给2万两。我出3万块，弟妹先快去给母后看。我也出3万两，皇嫂先去给我母妃看。燕王，你故意和我对着干是吧？你皇后的命是命，本王母妃的命也是命。于是前厅又演上了一会儿加价的戏码，最终太子把诊金抬到了10万两，燕王进价进不动了。沈星洛见状，赶紧一锤定音。行，既然太子出的钱多，那我就先到皇后宫里出诊。燕王备好你自己出的9万两，在妍妃的宫里等我。
燕王心中泪两行，这是他活这么大头一次体会到看病贵，而太子心中亦是一顿肉疼。娘的，我辛辛苦苦忙碌一年，还不够给他送几次礼的。一个个的别那个表情，我虽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我能让所有人都不满意。哎，行了，你们满不满意的我不在乎，我自己满意就行。哎，不是火急火燎的来找我出诊吗？那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啊！贺云亭满脸宠溺他的妻，既与众不同，也有趣的很。贺云亭主动牵起妻子的手，并与他十指交握的进了宫。从宫中回到府上，已是日落西山之时。唉，到两人的宫中转了一圈，这皇后和妍妃对下毒者的愤愤填膺之情十分的发自内心，他们俩都不像是演的。此事说不定还真就像是王爷说的那般，是唐景化生前被烈毒折磨的生不如死，然后无差别的对他们二人投了毒，主打一个我不管你们两个是谁对我下的毒，咱们三个一起受罪。贺云亭爱恋的揉了揉他的脑袋，我也安排人去调查了，不出5日便会有结果。星落忙活一天累着了吧？用过膳后，我哄星落睡觉。是挺累的，赚钱真不容易啊。您这10几天赚的比皇帝1年赚的都多，皇帝1年到头可是忙忙碌碌，您天天不是吃喝就是睡，那钱呢就跟大风刮来的一样。他这句尾音柔婉的是挺累的，让肃王不顾奴仆在场，旁若无人的弯下身，将妻子单手抱起，然后径直走向主院。哎呀，单手抱也太酷了，王爷的体力从不会让我失望。原来星落喜欢我单手抱，我记下了，以后会多趋你所喜。王爷是不知道你现在单手抱的样子有多迷人，性张力直接拉满。那星落可要享用，我保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憋着，身子被你养得越发的娇，昨天的疯狂还没完全消化呢。是夫人。回到寝殿后，他将他轻柔地放置床榻，继而他温热的大掌开始为他揉腰捏腿。沈星落舒服地眯起眼睛，尽情地享受着他的温柔。晚膳期间，宫里来了位公公，说是新陵太子带使团来访，已经在路上了，皇帝会于5日后在宫中设宴款待他们。本王知道了，届时会带王妃参宴。宫人走后，沈星落眼中闪烁着戏谑。有趣啊，马上要亲眼目睹燕王玩火自焚了。1日下午，太子又带着贵重礼品登门肃王府，这次他是来拿心头血的。沈星落随机挑选了一位隐卫，让他放了几滴血，给了他10两赏银后，沈星落回房将药剂注入瓷瓶，继而拿着瓷瓶去了前厅。太子接过瓷瓶，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支支吾吾的开了口：那个弟妹，东宫女人无数，却无一人生出儿子。不瞒你说，这些年东宫的女人们没少和御医们开的药，但至今依旧无人能生出儿子。我这后继无人也是个大事儿，弟妹若有空的话，能不能给太子妃会个诊？你有没有想过，生不出儿子是你自己的原因？胡说，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生不出儿子肯定是女人的问题啊！对，全是他们的错。回头你再纳3000美人，然后和每个美人生他3个5个的，总会有女人给你生出儿子的。混账！我是用来配种的吗？他深呼吸几口，不气，这个女人他既说不过，也得罪不起。弟妹，难道真的是我的问题？是吗？太子眉心直跳，他知道他的钱又要被大风刮走了。他咬咬牙，只要治得好，弟妹只管开价。这病啊很棘手，所以我问你要30万两诊金，不过分吧？你知道30万两是什么概念吗？30万两能让一个普通老百姓祖孙3代吃好喝好，衣食无忧。你看病是真贵啊！肃王府的下人也都惊呆了。你真敢要啊！太子认识你不过2个月，被你坑得至少2年白干了。照这个速度下去，不到过年，东宫的库房就被你坑完了。见太子一脸肉疼的表情，沈星落一脸的无所谓。爱治不治，不治就走。我这身份处境能不治吗？怎么感觉我自从认识他，我这从头到尾都被拿捏得死死的。太子平复心绪，开口道：果然是金子总会发光。弟妹虽然是在别的方面比不过高门贵女，但在赚钱这方面令所有女子都望尘莫及。
赚钱嘛，要拉得下脸面，敢狮子大开口才行啊。还有，我不是金子，我是老铁，铁公鸡的铁，从来都是我狮子大开口别人，没有人能狮子大开口我。哈，你还真是坦坦荡荡，我愿意花钱治。哼，行，没有什么事是用钱解决不了的，我这就给你望闻问切。半炷香后，沈星洛道：你明天让人带着钱来拿药，只需连续喝2月，保证下一胎是儿子。太子闻言，肉眼可见的高兴起来。这么多年了，他马上可以后继有人了。太子离开后，贺云亭一脸的宠溺。东宫的库房早晚让星洛坑空。这就叫太子创业未半，被我坑光预算。沈星洛牵着他的手向主院走去。哎，对了，王爷会种地吗？算是会吧，我曾经主持过春耕大典。哦，摆拍啊。在贺云亭无奈之时，沈星洛再度开口：王爷明天让下人在王府规划出几方苗圃，我和王爷一起种点粮食。好，我这就去安排。子时过半，夜色如墨，欧阳彻遭遇了刺杀。因他料到会有这么一出，所以他早就和贺伯远的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所以此番遇刺，他倒是平安无事。第二天，燕王得知刺杀失败后，马不停蹄的进宫去找妍妃。母妃，刺杀失败，那欧阳彻还活着。蠢货，当初你和他见面时就应该直接布下天罗地网，若是谈不拢就直接杀了，这不比下毒下蛊来的保险？母妃，儿臣当时就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呀，谁曾想那欧阳彻是个1顶1的高手，儿臣所有埋伏在暗处的暗卫和死士，不仅全都奈何不了他，还被他杀了几个。若不是儿臣留了个心眼，多找了个巫蛊师，他那次就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了。那巫蛊师说了，这血蛊他养了5年，母蛊和子蛊为一体，厉害的很。中蛊者要么把蛊引出体外，要么定期服用压制血蛊的药，否则必死无疑。谁能想到这欧阳彻中蛊1个多月竟然没死呀？事已至此，只能尽力补救。那欧阳彻若是在宫宴上将你主动找他合作的事捅出来，你就完了。你现在就去找你舅舅，他手中养着一批数量不小的死士，个个身手矫健，在宫宴前一定要想办法杀了欧阳彻。前几天皇后那贱人给本宫下了那么阴森的毒，这个仇本宫一定要报。母妃查出来下毒真是皇后了。景王倒台了，肃王和肃王妃那颠婆天天足不出户的，这毒除了是皇后他们下的，还能是谁？而且有太后在，就算这毒不是他下的，也能定义成他下的。那太子膝下无子，怎么配继承大统？行了，你去做你该做的，本宫待会儿去太后那里好好说道。第二天，沈星洛睡醒后，贺云亭向他说了燕王昨晚派人刺杀欧阳彻一事。听完之后，沈星洛浅浅的发表了一下意见：王爷之前被贺活安使阴招投毒，并不是因为王爷斗不过他，纯粹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就不一样了，我在外的人设就是草包颠婆。王爷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这叫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或者猎物一出场就躺平摆烂，让其他猎手卯足了劲儿去追杀别的猎物。虽然这样子可能会被人私下嘲笑，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做一个没人能利用的草包颠婆有多幸福。我现在就发现了，你不仅把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还把他们的家底都坑光了，而且他们一个个的还都是自己找上门来赶着求你坑。起床后，沈星洛找到了依旧在奋笔疾书的贺婉婉，他都计划好了，燕王马上就要玩完了，他倒台后就只剩下太子和肃王了，届时也不需要再伪装，到时候自己的空间该用，是时候向全国人民输出一些怪力乱神的仙侠传说了。婉婉，先把你手中的画本子放一放，你先写几本玄幻修仙的画本子流入市场。皇嫂，玄幻修仙是什么呀？沈星洛就给他讲了几个玄幻修仙文的故事。哇，这也太有趣了吧！原来仙界可以写出这么多故事。哼，行，皇嫂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现在就动笔写玄幻修仙题材的画本子。从贺婉婉那里离开后，沈星洛回到了主院，他从空间里取出给太子治病的药，交给贺云亭。太子的人估计一会儿就会拿着钱来取药，王爷安排个下人钱货2器即可。贺伯远吃了这药就能生儿子？他这病是染色体异常导致的，他若不治好，再和多个不同的女子生100个孩子都生不出男孩。他这病这个时代的医学水平治不了，只有往
我能治，所以我收他30万两诊金，也不算贵吧。末了，他还详细的和素王讲解了关于男子 XY 和女子 XX 染色体的基因知识。讲完这些，他拉着贺云婷去了旁边的偏殿。燕王倒台后，咱们也没有装的必要了。太子若是对咱们下手，咱们直接让他安详的躺板板。王爷进过我的空间，也见过我空间里的种植园。王府占地面积极大，咱们今天就在苗圃里种上易存活且高产量的粮食。待尘埃落定后，王爷将这些不同种类的农作物留种留苗，并让司农处的官员来学习种植，然后普及给百姓。语毕，他小手一挥，从空间里取出很多种子和秧苗。国有星落，民之幸事。推门而出，贺云婷召集了隐卫团，搬着店内的东西，跟着王妃到苗圃，学会并种完这些，每个人都有赏银。行至开垦好的苗圃，看着已经翻好的土，沈星洛开始给他们示范如何买种子栽秧苗。贺云婷在妻子示范完之后，便不再让妻子弯腰种地，而是带着隐卫团们在开垦好的苗圃里忙碌起来。人多力量大，开垦出来的苗圃很快就种上了农作物。栽种完之后，贺云婷让隐卫们去找管家领赏银。沈星洛摸出锦帕上前，为他拭去额头的汗。累吗？不累，星落会的我也得会，这样才不会被星落嫌弃。况且习武要比这累得多。与此同时，幻影鼓起勇气上前。王妃，流云姑娘呢？她呀，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着溥仪学医呢。怎么，你终于舍得鼓足勇气和流云表白啦？王妃看出来了，手下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沈星洛点点头。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若你喜欢2个人的话，那就能藏得很好了。属下这是第一次喜欢一个姑娘。王妃，属下可以追求流云姑娘吗？你有钱吗？流云从小与我相依为命，是我的心头宝。流云跟了你，若是苦一点儿也还能接受，要是苦太多那就算了。属下这些年从未有过女人，也从未逛过烟花柳巷之地，所以攒了一些银钱。行，我待会儿问问尹17攒了多少钱，然后等流云一会儿到主院了，我问问他对你和尹17有没有男女方面的意思再说。那尹17也喜欢流云姑娘啊？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了有月光。与此同时，流云小跑而来。奴婢刚从府仪那里出来，就听府里的下人说，小姐带着隐卫们集体种地。小姐呀，你怎么心血来潮玩起了种地啊？你忙活半天，一定累坏了吧？奴婢这就扶您回去休息。丫头啊，想嫁人吗？是不是奴婢哪里做的不够好，所以小姐才想把奴婢嫁出去？奴婢若是哪里做的不好，一定会改的。小姐不要把奴婢嫁出去啊！你怎么这么抵触嫁人？小姐写的话本子里说了，靠山山会倒，靠男人会脑瘫，脑癫痫。况且奴婢从小到大在老爷在神医身上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把她当做依靠的妻妾们，最终都是错付了情衷。所以事实证明，小姐说的是对的，奴婢并没有嫁人的打算，只想伺候小姐一辈子。奴婢跟着小姐既不用受气，月俸还多。幻影觉得天又塌了。哎，流云啊，你知道幻影和尹17稀罕你不？啊，我不知道啊，怎么有一股大碴子味儿呢？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对他们2个可有男女之情？还未等流云回答，刚领过赏银，就看到流云从府医那里出来的尹17也乐呵呵的跟了过来。王爷、王妃，属下来找流云姑娘。流云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尹17，你喜欢我？流云姑娘可以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幻影闻言，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生怕流云答应他。那个，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尹17心碎一地。流云姑娘，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那我就直说了。说吧，我想知道原因。你身高太高，块头也太大，我每次见你看书就像是在点菜。我不喜欢彪形大汉、5大3粗的这一款的。尹17肉眼可见的十分难过。你别难过啊，能被王爷选中做暗卫的，都是十分有本事且很好的人，只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罢了。你这般有本事，以后肯定会娶到很好的姑娘做妻子的。沈星洛上前几步，喂，乐观点喽，求而不得算什么？你得如罄竹一般，狂风都把它吹折了，依旧立志向云霄。尹17忍下心痛，谢王妃开导，属下继续去当值了。尹17离开后，幻影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流云姑娘，能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我保证此生永不纳妾。流云没有立刻回答他。小姐，这幻影在一众影卫里面模样和身材算是出挑的，奴婢对她的印象也不赖。但是小姐，奴婢现在能先不嫁人吗？当然可以啦，你是
什么时候想嫁人就什么时候嫁，到时候我给你添一份丰厚的嫁妆。奴婢就算以后嫁人了，也要跟着小姐。好，苏王府那么多下人，就属你最贴心，伺候的最好。刘云调整了一下情绪，对着幻影道：话本子上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可以追求我，但是我最后要不要嫁给你，还要看你表现。流云姑娘放心，你是王妃的心腹大丫鬟，谁也不敢花言巧语的去骗你啊。至于表现这方面，我天天看王爷娇宠王妃，没吃过猪肉，狼肉，龙肉，还没见过龙跑吗？反正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贺云婷听了想踹他，想了想还是算了，忍忍。这孤寡多年的幻影好不容易有点戏了，就不在他的心上人面前体罚他了。领过赏银的若隐默不作声的在离他们10步开外的地方当值，看着幻影离程家不远了。若隐酸的就像吞了一整片葡萄里，自己单身固然可怕，但兄弟的脱单就更令人揪心了。于是若隐鼓起了勇气走到沈星洛面前。王妃，不瞒您说，属下也早就到了该娶妻生子的年龄，但属下的感情路一直不太顺啊，您能不能帮属下也牵个线？看着若隐这个钢铁直男，沈星洛瞬间就梦回到了他嫁入王府那天，他拦在寝殿门口不让自己进寝殿的样子。你的感情路哪里不顺了？我看挺顺的嘛，一路上都没什么人，哦不，连个鬼都没有。哦，人固有一死啊，但不能是社死啊。王妃就别打趣属下了，属下是真心想让您帮忙搭桥牵线一下的，属下可以付银子。哎，银子就算了，你们辛辛苦苦赚点钱，攒个老婆本也不容易。只是感情这东西啊，得靠自己努力呀。女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而且大多数女孩子都很感性的。你真心实意的去对她好，然后再学习一些甜言蜜语哄她开心，10有8就能打动她。总而言之，关于追女孩子，我送你一句5字秘诀：烈女怕缠郎。你若领悟不了，多向幻影取一下经。烈女怕缠郎，烈女怕缠郎。与此同时，贺婉婉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皇嫂，圣祥节节口今晚有打铁花和火狐表演，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他们这个团队可有名了，也全国各地的奔波巡演，下一次来京都表演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团队每来到京都表演，百姓们都通宵达旦的看。我今天出宫前分别去父皇和母妃那里求了一通，今晚就不回宫了，看完表演就直接宿在肃王府啦。夜幕降临，沈星洛一行人在圣祥街街口幽冥居3楼靠窗的雅间品着茶，窗户正对着今天打铁花和火狐的表演场地，视野极佳。随着窗外人声鼎沸，沈星洛和贺婉婉走到窗边，不一会儿炉中烈焰熊熊，铁水翻腾，似金蛇狂舞。刹那间铁水迸射而出，余空绽放，若繁星坠落，类烟花璀璨。第一次现场观看打铁花，这种民间非遗还是很震撼的，所以沈星洛看得也很入迷。星洛喜欢看这些？特别喜欢。打铁花和火狐是非常棒的民间艺术传统，理应更多的人去学习并传承下去。如果以后逐渐失传了，可就太可惜了呢。既然星洛喜欢，我就派人将这个团队收入麾下，并花大价钱招募更多的百姓学习这个。如此一来，不仅不少百姓有了份不错的收入，也能将这民间艺术传统彻底传承下去。沈星洛猛地一回头望向贺云婷，如此甚好。近期如此开心，贺云婷唇角上扬，心情好到极致。又看了几轮表演后，一行人准备打道回府。出了幽冥居，他们径直走向停放马车的地方，却在拐角处差点与一个7、8岁模样的女孩撞上。贵人恕罪，我并非有意冲撞贵人，只是母亲生了大半天生不下来，有难产的迹象，我是过于着急，才慌不择路的带着接生婆往家里赶。语罢，他又拉着接生婆匆匆离去。沈星洛想了想，随即提步跟上。刚踏进院子，便听见屋内的男人对产婆说：“一定要保小。”爹，求求您保大人保娘亲吧，求求您了。男人置若罔闻，而是催促着产婆快点接生。沈星洛一脚踹开房门走了进去。肃王妃驾到，尔等还不行大礼？男人和屋内的老妇人以及产婆立即伏跪于地。沈星洛径直走到产妇面前。保小是你的意思，还是你相公的意思？肃王妃，求您保民妇一命。不是民妇贪生怕死，而是民妇舍不得我这女儿。
相公和婆婆极其轻男重女，我这女儿不仅相公不待见，我那婆婆更是看我女儿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若是我死了，我这女儿肯定备受搓磨，能不能活着长大还得两说。见这妇人是个拎得清的，沈星洛摸出针包，开始循穴施针。施完针，沈星洛从腰间摸出了2个瓷瓶。丫头，从这2个瓷瓶里各取2粒药丸喂她吃下，然后让他们都出去，并让她男人去烧些热水。屋里没人后，沈星洛从空间里取出了2支针剂，注射进产妇的体内。由于产妇难产，很久都没有生下来，现在已经是体力不支、神志不清的状态。1刻钟后，婴儿的啼哭声响彻云霄，一个男婴，一个女婴。刘云端着热水进屋，将婴儿身上擦拭干净后，沈星洛出了房间，并一脚将男人踹翻在地。若隐的刀立刻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你娘子都说了要保大，你凭什么还选择保小，让他去死？女子以父为天，自然是草民说什么就是什么呀。您虽然贵为王妃，但也不能插手草民的家务事啊。哼，规矩都是给守规矩的人制定的，而不是给我这种不守规矩的人制定的。况且肃王殿下在此，他纵着我，所有的规矩就是规矩。记住啊，我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所以以后你若敢再苛待女儿，下次见面可就不是开个口子，而是人头落地了。若隐闻言，一个用力，男人的脖子上便开了个口子，虽然避开了大动脉，却还是血流如注。男人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去撬离他最近的医者的门。与此同时，小女孩跪在沈星洛正前方，不断的磕头。我娘说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还是救命之恩。谢谢王妃大人出手救了我娘，只是我没有值钱的东西抵枕巾，但我愿意给王妃大人为奴为婢，当牛做马，来报答您的救命之恩。我自愿出手，所以无需你的报答。你们家重男轻女，以后家里人若是再苛待你和你那刚出生的妹妹，你随时到肃王府找我，我给你留下100两，你明早拿着这个钱去请个婆子照顾你娘坐月子，顺便也给她买点营养的补补身子。语罢，沈星洛走向贺云亭。父亲，回家。贺云亭被妻子的不以身贵而贱人惊艳到了。夫人，回家。刘云摸出100两银票递给小女孩后，也小跑跟上。出了门，贺婉婉慨然：哦，原来皇嫂只坑权贵的钱呢。你懂什么？别人都是大隐隐于市，我这叫大爱隐于天。贺婉婉无言以对，普天之下根本就没人能说得过她皇嫂这张嘴呀。马车内，沈星洛与贺云亭四目相对。王爷，我之所以让刘云学医，就是打算在她学有所成后，开一个专为女子看病、专救难产妇人的医馆。本想着等太子和燕王斗完了，再让王爷帮忙将医馆开起来。但经今日一事，我想提前开。男人在外寻花问柳，回家与妻妾同房，难免会传染一些花柳病给他们。然而女子得了这些难以启齿的病，他们碍于男女大防和脸面，不会去找男医者寻医问诊，但这样其实很危险的。再者，女子生孩子如同在鬼门关走一遭，每年都有数不胜数的产妇因难产而死的。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和我一样因母亲难产而死而被世人视为天煞孤星的不祥之人，但我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改变这些现状。江湖之大，从不缺奇人异事，麻烦王爷帮我寻一些女大夫来给我的医馆里会诊。哼，皇嫂竟是如此的高风亮节，深明大义。原来发癫只是皇嫂的保护色，而大爱才是皇嫂的真性情。怪不得二皇兄为你神魂颠倒呢。有没有一种可能，王爷他就是喜欢颠里颠气的我？那不能，二皇兄他又没病，怎么可能会真的喜欢颠婆呢？贺云亭压下心中的怒火，算了，忍忍吧，毕竟是跟在自己屁股后面喊皇兄长大的。行，我明天就派人去执行星洛方才所言。这女子医馆一旦开业，大抵会比较忙碌，王爷也要派人花高价多招募一些寻常百姓家的女子，跟着女大夫学医。这世道待女子不公，她们有个收入来源，在家里也算有个底气。交给我，星洛放心。翌日清晨，贺云亭在还未睡醒的妻子耳边低语：星洛继续睡，我出一趟门，很快就回来。沈星洛迷迷糊糊地应了句，然而一直到午膳时间，才看到贺云亭阴沉着脸归来。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我又抽到了下签。
王爷又去迦兰寺了。征战沙场多年的战神王爷，怎么也信了鬼神之说？他拥妻入怀，有了挚爱，信念就会摇摆。我愿点高香敬神明，只求与你情相连。沈星洛抬头望向他的俊眸，笑了，心底也多了一份动容。第二天，沈星洛睁开惺忪的睡眼，贺云亭罕见的不在身边，穿戴整齐后推门而出。王爷去哪儿了？回王妃的话，王爷一大早就去了迦兰寺。王爷今天若是还摇不到上上签，你就去让住持将签筒里的签全都换成上上签。这打趣完若隐之后，沈星洛去找贺婉婉，贺婉婉依旧是干劲十足的在奋笔疾书。两人简单的攀谈了几句，然后开始各写各的。快到了晌午，贺云亭外出回来，从他的表情上，沈星洛知道他又摇到了下下签，随上前温言软语的开导。但沈星洛从他的眼神中知道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下午，贺云亭安排人规划了女子医院和制作产前的事情，沈星洛则和贺婉婉继续一起写画本。暮云合璧之时，若隐匆匆找来，王妃出大事了。展开说说。刚刚一只梅花标破空而来，钉在书房门上，与梅花标一起的还有一个字条和一个锦带，锦带中装的是冰花芙蓉玉雕刻的一枚女士玉扳指，字条上写的是这是姑送她的第一份礼物。王爷呢？书房。推门而入，就看到贺云亭俊眸里尽是冷意。沈星洛上前几步，便看到了书桌上放着的冰花芙蓉玉雕刻的玉扳指。王爷，贺云亭起身，我今晚就亲自手刃了他。王爷，你冷静一下。欧阳彻带人来京都，必定是观察着多方的动向。他大抵是知道你这几天天天到迦兰寺求签，他此举的目的有着浓浓的挑拨离间的意味。后天就宫宴了，等宫宴结束，咱们看看太子会不会对他出手。他若不是太想得到星落，何必煞费苦心的挑拨离间？你舍不得他死，对吗？我是舍不得王爷被千夫所指。王爷冷静一下，欧阳彻是使者身份，他若就这么死在你手里了，会有很多人拿此事做文章的。周边小国本就虎视眈眈，若是西陵因此联合众国发兵我国，到时候全是你的不是，你会陷入很被动的局面的。左右不过是让他多活几天的事情罢了。星洛是否听过一个词叫做迟则生变？见他钻了牛角尖，沈星洛转身离去。王爷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我言尽于此。贺云亭望着他的背影，只觉心口插了一把刺刀，五谷流血。夜深人静，贺云亭并未回房，沈星洛独自躺在大床上，这是他穿越意识以来第一次一个人睡，有些不习惯。看着空荡荡的寝殿，他有些心烦的辗转反侧，良久，粉唇微张，草，一种植物。隔壁书房，月光透过雕花窗格洒在了肃王殿下的脸上，越发显得他俊美无愁。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后，他握着白玉酒杯不断的收紧，直至裂痕清晰，横亘四纵。晨光微熹，贺云亭就到了迦兰寺，然后像个虔诚的信徒，拿着竹筒摇个不停。而一晚没睡好的沈星洛准备去找贺婉婉出门闲逛，岂料刚走出主院门口，便被若隐和幻影伸出手臂拦住了去路。王妃，王爷为了避免您出门遇到不该遇到的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特意吩咐属下不让您踏出院子半步。好啊，等贺云亭回来了，你告诉他一声，让他赶紧打造一个铁笼子，直接把我锁到里面。若隐和幻影闻言立即仆跪于地，他没有为难他们二人，而是转身回了房。经过几次自我心理疏导，本着绝不内耗自己的原则，昨晚一夜醒了几次的沈星洛决定先补个觉。刚有些困意，门口就有了动静。贺云亭推门而入，走进内殿，然后褪去华服躺下。沈星洛闭着眼睛装睡，一言不发。殿内落针可闻许久。贺云亭转身将妻子搂在怀中。星洛，我摇到了上上签。沈星洛背对着身后的男人，并未回应，冷漠极了。贺云亭将竹签塞入他的手中，竹签上还有他的温度。沈星洛不为所动，闭着眼睛继续假寐。星洛睡着时的呼吸频率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知道星洛是醒着的。星洛默契，是我不对，不会再有下次了。沈星洛依旧毫无动静，显然是不打算就这么原谅他。昨晚是我钻了牛角尖，好星洛，莫要因为我的错而气着自己。沈星洛仍旧是不言不语，但在熟悉的怀抱中，不一会儿就真的睡着了。虽然妻子并没有要原谅自己的意思，但肃王殿下仍然感觉很知足，因为他的妻并没有像大婚那天那样将自己踹下床。然而肃王殿下还是高兴得太早了，他晚上沐浴过后，不过就是去了一趟书房，等他抱着下午买的陪酒礼物再次返回寝殿时，却发现殿门从里面给锁上了。刘云有点同情，但不多。若隐和幻影有点想笑，但又不敢。
肃王殿下想了想，提起运弓，纵身一跃上了房顶，然后他掀开一大片瓦片，抱着礼物跳进了寝殿。刘云愣了愣，这就很难评了。若隐和幻影对视一眼，懂了，男人在妻子面前就不能要脸这个东西。待主子进屋后，幻影摸出一个长方形锦盒，上前几步递给刘云。刘云姑娘，盒子里面装的是个玉簪，是我买来送你的礼物，你看看是否喜欢？哼，你今天竟然敢拦我家小姐，我就算是嫁给狗都不会嫁给你。幻影一脸的无辜，这王爷下的命令他能怎么办啊？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幻影脑子转了几转，干脆利索的趴在地上学起了狗叫。哇！刘云姑娘，莫生气，我可人可狗。刘云愣住，幻影，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怎么从没发现你还有这么一言难尽的一面？你懂什么？在打光棍和要脸之间，我果断选择做狗。我不做狗也能娶到温柔小意的娇妻。迷之自信，就你这一根直肠通大脑的性格，你若不做狗也能娶到娇妻，我倒立吃屎2斤。看不起谁呢？你等着。殿内看着贺云亭从天而降的沈星洛，见妻子正眼瞧了自己，贺云亭立刻抱着锦盒上前。这是铺子里今天新到的一套头面，款式与众不同，绝对是独一份。另外，我已派人去寻找并高价购买冰花芙蓉玉了。虽然这种玉极其稀缺，而且有价无市，但我肯定能买来。到时我命匠人用这玉给星洛打造玉簪、玉镯、玉戒、玉坠。沈星洛置若罔闻，而是翻了个身开睡。贺云亭无奈，他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呢。他将锦盒放到了床头，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妻。许久之后，他挨着她躺下，转身揽妻子入怀，抱得很牢很牢。后日宫宴，贺云亭牵着妻子的手，刚踏进宫门，身后就传来太子的声音：“弟妹请留步。”沈星洛驻足回眸，何事？太子对着太子妃说了句：“到边上等着姑。”然后径直走向沈星洛。弟妹可否借一步说话？好说。语罢，他往左侧走了几步。肃王殿下虽然极其不愿妻子与任何男子多说一句话，但是他哪敢阻拦一点啊？毕竟妻子已经好几天没有和自己说过一句话了。虽然不敢阻拦，但是得寸步不离地跟着妻啊。于是肃王殿下也赶紧跟上了妻子的步伐。太子上前不自然地开口：“那个弟妹啊，你之前卖给燕王的药也卖给我一些，之前你收了他11000两，我出2万两买。”沈星洛看着因急于生儿子而纵欲过度的太子，毫不客气地笑得前俯后仰。弟妹快别笑了，我要脸。沈星洛故意把脸埋在了贺云亭的胸前，笑个不停。沈星洛虽然一句话都不和贺云亭说，但是此时他这个举动让贺云亭冷若冰霜的脸瞬间开化。太子隐隐感觉到沈星洛这般是想加钱。我做事一向放下助人情节，嘲笑他人做法，但如果我们之间有很多的金钱羁绊，那就不一样了。我就知道。据我所知，二皇帝他好像不缺钱呀，弟妹怎么这么爱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是鸟人，爱财怎么了？你那么视金钱如粪土，干脆今天就把东宫的粪土都给我呀！所以我为什么要和一个颠婆说这么多？弟妹误会了，我没有说弟妹不是的意思。别喊我弟妹，也别跟我套近乎。我这人不搞人情世故那一套，一生只致力于搞钱，越套近乎收的越多。我有罪，竟敢在颠婆面前多句嘴。弟妹开价吧。沈星洛等的就是这句话。20万两。他娘的，认识他不过短短2个月，连送礼带被他坑走的钱都能娶3个太子妃了。不是，当初燕王找你治的时候，你才收他11000两啊！弟妹可知，我忙忙碌碌1年，所有的收入加起来也不到20万两啊！沈香洛转身就走。爱治不治，你是国之太子，我又不能强买强卖，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嫌贵直接找太医啊！找我干嘛？这不是纯纯浪费我时间吗？太医治病讲究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用的都是最保守的治疗方法。我若按太医们的疗法治疗，说不定肃王的儿子都能文能武了，我还播不了种呢。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找你。
他深呼吸，压下情绪。弟妹，别走啊，我没说不治啊，你配出的药的药效贼快，还有奇效，那群只会用保守治疗法以求得自保的太医们怎么能和弟妹比？我先给你2万两，剩下的18万两等宴会结束了，我差下人给你送去。沈星洛驻足收钱，然后由衷的给了他一个建议。你堂堂一国太子，怎么刚刚还向我哭穷呢？真是有失颜面呢。我告诉你啊，所有一本万利的生意都写在律法里，你回去就随便翻一翻，并选几个来搞。正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贵为太子，没人能奈何得了你的。你这是生怕那些个御史大夫不指着我的鼻子骂？要不是我的病得靠着你的心头血，等燕王倒台之后就连夜弄死你。我明天能派人找你拿药吗？没问题，交给我，你就闹心吧。太子他不敢说一个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一开口，这颠簸又会带给他何种非人的体验。等在一旁的太子妃望着沈星洛离开的背影，看着他一边走一边甩开苏王的手，而苏王每一次都讨好般的再次握住他的手，这一幕羡慕的眼睛都红了。沈星洛离雕梁画栋气势恢宏的宴会殿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听到殿内的乐声悠扬。踏入殿内已经是宾朋满座，肃王夫妇和太子夫妇刚在自己的位置上落座，皇帝迈着四方步步入宴会厅，殿内众人按规矩起身行礼后再次落座。沈星洛看着燕王的专属座位上空空如也，心底泛起一声冷笑，哼，真是个孬种。宣西陵太子及使团觐见。随着太监的一声高呼，欧阳彻出现在众人视线中，行至殿中央。欧阳彻按照礼节行礼，坐在高位上的皇帝说了一句免礼之后，欧阳彻及使团落座，继而宴会正式开始。丝竹管乐之声响起，教坊司的美人们在大殿中央翩翩起舞。皇帝举杯邀请群臣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共饮，酒香袅袅，觥筹交错，一片歌舞升腾。今天的沈星洛一袭王妃正装，头上的鎏金海棠垂丝不摇，轻搭在侧脸，美得国色天香，极具冲击力。欧阳彻时不时地看向沈星洛，惹得一旁的贺云亭眸光如冰刀般的扎在了欧阳彻身上，但欧阳彻却视若无睹。很快贺云亭忍无可忍，他手指一个用力，2道微型飞镖自指尖飞出。尽管欧阳彻第一时间快速的躲避，但那2道飞镖还是划伤了他的侧脸，白皙的脸上瞬间就渗出了2道血丝。由于殿中央美人正在翩翩起舞，而贺云亭出手速度又极快，所以并未惊动任何人。酒过3巡，欧阳彻看向皇帝。大兴皇帝，孤其实此番前来并不是为了护市一事，而且孤来到大兴京都也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当朝燕王多次发密函邀孤前来的呢。燕王他在密函中承诺孤，若是与他合作，定会让西陵开疆扩土。孤以为他是代表大兴皇室与孤谋划发兵奇袭周边的其他小国，所以才跋山涉水的赶来。可谁知碰了面之后才知道，燕王邀孤前来是来发兵助他杀兄弑父，夺得皇位的。他还承诺事成之后割让3座城池给西陵。龙腾帝国可是这片大陆上最大的国家，而且贵国的肃王又是出了名的战神，所以要你们城池这种铤而走险的事情，孤自然不会做。岂料合作谈不成，燕王竟然对孤下了蛊，试图逼孤就范。幸好孤吉人自有天相，在被蛊折磨致死之前被高人所救。大兴皇帝，燕王今日怎么没出席宫宴呢？他不会是畏罪潜逃了吧？孤还想在宫宴上和他亲自对峙一番呢。此言一出，满座哗然。欧阳彻这一番将错处全部推给燕王，将自己包裹成毫不知情的受害者的完美说辞，让沈星洛在心里冷笑一声，狗咬狗，一嘴毛。欧阳彻说完方才的话之后，又掏出了一沓密函，并让使者将燕王给他发的多封密函及其协议呈给大内总管。大内总管接过以后，呈到皇帝面前。皇帝看完以后怒不可遏，悲愤交加。堂堂亲王不仅引狼入室，竟还对自己动了
杀心急火攻心的皇帝喉间涌上了一口腥甜，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于人前撑不了多久了，于是皇帝强迫自己面不改色地宣布：既然西陵使团此番出使并不是为了谈护士，那今天的宫宴就到此为止。语罢，皇帝强撑着离开了宴会殿。皇帝离去后，意识到燕王很有可能已经跑路的太子立即吩咐所有的心腹全力捉拿燕王。宫宴散了以后，看出皇帝是急火攻心的沈星洛并未离宫，而是打着想到御花园逛一逛的借口留在宫中，以便于随时对皇帝展开急救。岂料肃王夫妇在御花园乘凉，太子面色惨白地找了过来：母后快不行了，弟妹你快去看看能不能救救她。沈星洛惊诧不已，妍妃这是打算鱼死网破了？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娇兰宫门口，就听到里面哭声一片，太子慌不择路的往里面冲，肃王夫妇也紧跟其后，步履匆匆的行至榻前，就见已经咽了气的皇后脸色青紫，明显是中了剧毒。皇兄，因为皇祖母的寿辰快到了，所以母后今天早上给皇祖母请过安后，就留下来与皇祖母说了些有关操办贺寿的事宜。妍妃也在场，母后期间喝了2盏茶，回来后没多久，身子就感觉有些不太舒服。宫宴开始不久，母后就腹痛不止，继而开始口吐鲜血，赶紧传了御医过来，但御医们已无力回天。皇祖母虽然对后宫嫔妃嘴上恶毒，但她这些年从未对儿媳和孙媳使阴招投毒暗害，她若想处置一个人，都在明面上的。而范嬷嬷告诉我说，皇祖母听闻方才宫宴上燕王主动找西陵太子合作一事后，气得当场晕厥过去了，所以这毒肯定是妍妃下给母后的。太子双眸猩红，一副要杀人的模样。妍妃定是知道燕王畏罪潜逃了，所以临死前想拉母后一把，我这就去找妍妃，看看她打算如何毒杀了一国之母之后完美脱身。太子前脚刚走，大内总管曹公公后脚就来了。肃王殿下，肃王妃，陛下听闻皇后薨了，急火攻心昏厥了，整个太医院的所有太医已经赶了过去。老奴听闻肃王妃在皇后娘娘宫里，特来请您过去看看。走。紫宸殿内，行至龙榻前，曹公公问围在榻边的太医院院判：陛下多久能醒来？陛下常年暗毒劳形，本就不少顽疾在身，今日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最早也要明早才能醒来。我在未出嫁前，在家中曾翻到过一本医书，上面记载着很多不同的针法，我这就给父皇施几针。语罢，望闻问谢一番后，并行云流水的循穴施针。下完针后，沈星洛对着曹公公道：劳烦公公帮我找几味药材，我亲自去给父皇煎药，以表孝心。曹公公很快将沈星洛说的9味药材奉上，煎好药之后，沈星洛借着药锅遮挡，从空间里取出特效药，拌入碗里的汤药中，然后端着碗向紫宸殿走去。话分两头，这厢太子怒气冲冲地闯入蔷薇宫，宫人说太后昏倒后，妍妃立刻就去慈宁宫照顾太后，于是太子掉头又往慈宁宫的方向走去。